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每次上朝搞得祭祖似的，让这么多人又跪又拜，怪不得史上皇帝都活不过100岁，毕竟寿不减。太经殿里陷入诡异的沉默中。都2分钟过去，皇帝怎么还不叫我们起来？皇帝不会是又生气了吧？真是阴晴不定的家伙。众爱卿快平身。谢皇上。好困啊，都快中午了，怎么还不下朝？皇帝都不觉得累吗？就不担心后宫精力就应付不了后宫的小妖精们吗？小心后宫的小妖精们出去偷吃哦。不对，已经有人偷吃了。皇帝的头顶上早已一片绿油油。大殿里突然静了下来，皇帝的脸色铁青铁青的。国师竟然回京了，现在离京城不到50里路程。传说国师谪仙丹容颜冠绝天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好看。紧接着，皇帝与大臣们倾巢而出，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宫门。皇帝他们怎么突然跑出来了？这是要去哪里？你还发什么愣？国师大人回来了，皇上要亲自去迎接，还不快跟上保护皇上？国师是突然秘密回京的，皇帝是怎么知道的？锦衣卫传的消息嘛，消息也太灵通了，以后在皇帝的面前岂不是没有太多的秘密？那也太可怕了。确实太可怕了，只要有你在，这个世上不再有秘密。参见皇上。国师，你终于回来了，朕等你好苦啊！皇上，您这是？大前国的国人不欺我也，国师大人长得真的好俊美。国师，你听到有人在说话吗？皇上也听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你的登新阁细说。国师，你刚才听到的话是一位小姑娘的心声。大半个月前，我微服出巡遇到刺客，现下当时她被刺客所伤晕了过去。翌日她醒来后，我和拥有官印的京官们便听到她的心声，从她心声发现她竟然知道我们所有人的秘密。后来她还说出了其他国家的机密，让大前国多次躲过危机。因此我一直忍着没动她，打算等国师回来再决定如何对付她。那除了皇上和拥有官印的京官能听到他的心声，还有谁能听到？太后、皇后和几个拥有妃印的妃子也可以听到。皇子和公主也听不到吗？那拥有官印的外放官员能听到吗？都听不到。竟有如此奇怪的事？国师，你算出来了吗？此人是不是不能留？我暂时也无法算出来。不过皇上还是不要动他为好，可以利用他的心声对付其他国家。还有就是能听到他心声一事，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以免他知道后不再对我们透露绝密的消息。就按国师所说来做。国师，你说朕要不要提升他的官职，让他当朕的贴身侍卫，方便听到更多的事情？一切照常，不要让他起疑。希望是福不是祸。木南锦，门大人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学习审问犯人。让我学习审问犯人？门大人为何选我一个小姑娘去审犯人？最近皇上想要开创女科举，却遭到大臣都反对，因此皇上想从你这个女锦衣卫身上下功夫，这是给你好好表现的机会，别让皇上和门大人失望，而且事情办得好还能升官。里面这么黑，确定不是想灭口？灭口是不可能的，门朝眼真正的目的是利用你的心声来了解众犯。门大人他们还在暗牢等着我们。对了，唐千户也在。现在是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喜欢唐金瑞，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知道我对唐金瑞没兴趣，要不现在掉头就走，那刘百户就不会再觉得我还爱慕唐金瑞。刘百户特别心累，不想跟他多说。赶紧走吧，人还在里头等着我们呢。就按我说的，给他上酷刑，我就不信他不开口。这个人身份肯定不一般，不到最后最好不要用酷刑。唐金瑞，我官比你大，你应该听我的。我觉得金瑞说的对。唐金瑞说的对，唐金瑞说的对有屁用？他撬开那个人的嘴巴的骂。别忘了皇上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再问不出来罪犯的身份就要被降职。你们给我开门用刑就是。是。住手！唐金瑞，你是什么意思？我不希望大家滥用酷刑，这种做法与屈打成招没有区别，最后不仅会冤枉别人，造成许多冤案，时间长了还会给锦衣卫抹黑。来了。什么来了？刘百户和木南锦来了。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们让我来参观学习吗？是我叫他来的，接下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说话。门朝眼不愧是九品武者，一声令下，邓新朝连屁都不敢放一个。门大人威武霸气，木南锦竟敢当着邓兴朝的面说他怂，不要命了。奇怪的是，邓兴朝居然也不生气，不会真有这么怂吧？邓兴朝气得牙都要咬碎了，他怕的可不是门朝眼，而是怕木南锦注意到他掀他老底。你别再咳了，赶紧给我审犯人，审完我好回家补觉。龚修荣，你们商量好怎么撬开我的嘴巴了？龚修荣是谁啊？
这么好看的一个男人为什么会被关在锦衣卫的暗牢里？他这是犯了什么罪？不会是给皇帝戴绿帽了吧？我看看啊，龚修荣到底是谁？你错了，我们根本不需要撬开你的嘴巴，也能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那我拭目以待了。龚修荣，京城院孝青楼的头牌小官。我去，这么美的男人竟然是午夜牛郎，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还好是卖艺不卖身。不过锦衣卫为什么要捉一个鸭王？他骗钱了？不，原来是怀疑他是其他国家的细作才把他捉起来。可惜锦衣卫搞错了，他其实是东赵古国的皇帝与北韩古国圣女生下的孩子，也就是东赵古国的三皇子。因为不想争夺皇位，才会跑到大前国躲清闲，在京城里开启南妓院，也只是为方便打听各国的消息。小鸭王竟然还是一个宗师级别的武者，他被捉进来是故意输给锦衣卫的，为了躲避家人找到他，竟做到这一步，对自己也真是够狠的。今日到此为止，以后再带木丫头过来学习。是，木南锦，我们走。吃个包子填填肚子，要记住我的脸哦。以后我去孝青楼找小官，请看在我的包子的份上，别收我的钱。谢了。哎呀，男人骚起来根本就没有女人的事了。把修容公子放出来！你们是怎么查到我身份的？无可奉告。这不是公公做的事吗？怎么让我一个锦衣卫跑腿？你送完折子回都尉府领月俸。月俸我还没有，干满1个月就有月俸了。你上个月算是救驾有功，皇上决定奖励你。皇上是好人啊。对了，折子要送给谁来着？公孙。这是送给风思南啊。那你早说啊，以后有这种好事一定要找我，又可以去看美男了。今天怎么这么早下朝了？原来皇上要去捉奸才匆匆退朝。是皇帝的八卦，我们爱听。官员们突然加快脚步，与木南锦一起同行。原来是给皇帝戴绿帽的送才人，因为耐不住寂寞，又嫌弃皇帝体力不行，才跟巡逻的侍卫搞上了。然后每天趁着皇帝早朝，就把侍卫叫到他宫里偷欢。之所以不被发现，是因为侍卫每次到送才人的宫里时，都装扮成太监的模样，再加上有许昭荣给他打掩护，才没有被人发现异常。居然是宋才人偷吃，要赶紧远离宋家才行，否则会连累到我们。许昭荣竟然也给皇帝戴了绿帽，怪不得会帮宋才人打掩护，原来是想拖人下水陪他，才找侍卫勾引宋才人。皇帝也是活该，娶了他们却让人独守空房。不过话说回来，皇帝的锦衣卫的监视能力真可怕，连皇帝后宫妃子偷吃都查得一清二楚。这不是有你在才会变得这么可怕的吗？咦，你们怎么也来了？公主，我还有事要忙，你请回吧。本宫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就不能让本宫留下来陪你，等你忙完后一起用膳吗？陛下，送客。公主，请。好吧，风哥哥，我走了，我明日再来找你。你就是死皮赖脸求着唐千户让你进锦衣卫队的贱丫头。雪玉公主，不得无礼。本宫说的都是实话，怎么就无礼了？公主说的对，你看他都说我说的对了。刚才听国师叫你雪玉公主，那你应该就是那个过出嫁年龄却拖着不嫁，还厚颜无耻的缠着国师的雪玉公主。你大胆，你竟敢羞辱本宫！我说的都是事实，怎么就不敢说了？你来人！公主，你闹够了吗？这里是登心阁，不是你的云阳宫。你给本宫等着瞧！你对公主如此无礼，不怕公主报复你？怕？风思南的皮肤竟比女人还要好，细腻到看不到半个毛孔。等我看完折子，你再把她送回去。那你赶紧看，把他们交给皇上。我2两银子是你的月俸，另外的1000两是救驾有功的奖赏。说是救驾的赏赐，实际上是木南锦帮忙石川宫修容身份的奖励。这么多，只要你做得好，以后只多不少的奖赏。唐金瑞，我晚上不回家用饭，你们就不用等我了。你要去哪里？姑娘急急一朵花，姑娘15好年华，青楼百花在绽放，姑娘马上出去浪。早知道把奖赏给师傅也不给他，看他还怎么了。可惜此刻并不是孝青楼营业时间，木南锦便到大药铺买了一大堆的药材，最后手里只剩下1两银子。掌柜，你替我把药材送到吏部员外郎唐文宗的府上，就说是木南锦买的药材。好嘞，木南锦在外面。他在哪里？他有没有进来？这个瘟神怎么来了？我们赶紧躲起来，不然明日整个朝堂都知道我们来了孝青楼，老夫可丢不起这个脸。大人，你们怎么了？我们要开个厢房，你们快带我们去你们2楼。坐在房间喝酒的龚修荣看到这一幕，招来龟公询问：这几个官员怎么一副老鼠见到猫的样子？难不成外面来了比他们官大的官员？小的只是听他们说木南锦来了，并不知道木南锦是谁。
木南锦，一个从9品的锦衣卫，既然让从3品的官员感到害怕，这还真让我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好奇，去把他请进来，就说我要见他。是，木姑娘，我们的荣修公子想要见你。他回来了。是的，谢谢，看来我给他的包子发挥到作用了。木姑娘，且哇，龚修容不愧是鸭王，不光脸长得好看，身材也迷人，怪不得李不侍郎他们宁愿抛下娇妻美妾也要来清笑楼寻欢作乐。我决定了，我以后要跟李不侍郎他们打好关系，等他们来清笑楼就能带上我了。他既然知道我们在这里，那我们还有躲下去的必要吗？反正都来了，看看他跟那位在干什么。木姑娘，我们又见面了，在这里感谢木姑娘昨日的包子之恩。懂得感恩的男人是个好男人，一个包子而已，不必挂齿。真要感谢我，那就让我嫖你吧。对于姑娘只是小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救命之恩。冒昧的问一句，姑娘是哪个府上的小姐？为何能成为9品的锦衣卫？锦衣卫不是不招姑娘吗？我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罢了。至于会成9品锦衣卫，大概是因为我救过皇上。你救过皇上？抱歉，木姑娘，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并不像是习武之人，小胳膊小腿的，你是怎么救皇上的？别看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可是能一拳打倒10个宗师。木姑娘说话真有意思。我确实很有意思，还特别能打架。你要是遇到麻烦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能帮你解决他们。只不过要我帮忙可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让我白嫖10次。那些谢谢了，只是我一个小小的小官是不可能遇到麻烦的，就算遇到麻烦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劳烦姑娘。你解决不了。姑娘这话是何意思？还是说姑娘知道些什么事？木南锦刚要张嘴，窗外面传来吵杂的声音。好漂亮的黑马，我活了几10年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马。这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吗？以我多年的卖马经验，这一匹马就算不是汗血宝马，也比汗血宝马还要珍贵，其价值至少在黄金10万两以上。好漂亮的马匹！我靠，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了？不行，不能让他知道我在孝青楼，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修容公子，我突然有急事要办，就不再久留，以后有空再来嫖你，来找你。嫖我？这话亏你也敢说？办得有点快，本来是想在外面过夜拿下龚修容，谁知穆琴已回来打乱我的计划。楠，我给你带回了一匹黑马，你以后上下职再也不用走路。这是给我的？当然是给你的，我们家楠值得拥有最好的事物。这马真漂亮，师傅，我的礼物呢？你升8品武者了吗？没升8品也好意思要礼物？我肚子饿了，我们进去边吃边聊。木南锦回到自己房间，拿起几株不同的草药放在掌心上，再将灵力凝聚在手心。草药在灵力驱使下缓缓飞起，并急速旋转，一根根的草药慢慢的浓缩成3颗美容丹药。没有丹炉就是不方便，幸好这个世界也有修真者。虽然目前只见过国师一个修仙人，但找到丹炉量还是可以的。楠，我这一走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但是可以向你保证，等我下次回来，你就再也不用留在唐家受委屈了。对了，想好给黑马取什么名字了吗？黑炭。这个名字就像一条狗的名字，一点都不配高大俊美的黑马。黑炭，好名字。它确实跟黑炭一样黑，好好保护它。我会的。去皇宫。木南锦竟然会骑马，那糟了！木南锦，你听我说，你的马太引人注目了，你最好不要骑这一匹马去皇宫，他有可能会给你招来祸事，唐家迟早会栽在他手里。各位爱卿，对朕开办女子国学的事情考虑的如何？皇上，古语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古以来，女子只要负责端庄真淑、善良贤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懂得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即可。有如此贤妻，家里才能和和美美。皇上，我们大前国并无女子恩科，那开女子国学变成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又何必让女子们抛头露面、有伤风化？提取左相和右相所说的是，能到学院学习的女子只有富贵人家的孩子，普通人家的孩子可教不起束修，也没有时间来学堂学习。有权有势的家主要是看重女儿，可请先生到家里授业，何必多举一直跑学堂学习？而且女孩们只要学琴棋书画和女工便可，再多对她们毫无用处，也用不上。是呀，要是朕不仅要开女子国学，还要开女子恩科呢，那如此一来，开女子国学就不会没有意义了。还请皇上三思。你们，我呸！一群迂腐的老头子，你们就是输不起，
害怕女人强过你们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就说左相家中的母老虎，昨晚上还因为喝醉酒被他罚跪在榴莲上。哼，这惩罚真是轻的，要是我就要他跪钉板，看他还敢不敢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突然想起以前左相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说是自己撞的，现在看来是被家里的母老虎打的。亏他还夸家里有个贤惠的好妻子，怪不得他很少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原来是怕我们知道家里有母老虎的事。家有母老虎，也难怪左相要反对开女子学堂。一个不识字的母老虎已羞悍无比，要是读书习有了知识，肯定能骑在他头上去。右相家中虽然没有母老虎，却是个宝妈男，事事顺从母亲的话，想反抗又不敢反抗，心里便堵得慌。再听到皇上要开女子学堂，心里就产生抗拒，害怕这个世上的女人会变成他母亲将男人控制手里。真不知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右相的。还有征西大将，别看他人高马大，文官见了都害怕，实际上面对他老婆。皇上，征西大将军连忙打断木南锦的心声，臣有事要说。何事？臣认为左相和右相他们说的不对，女子看似弱小，在力道上是比不上男人，但是他们胆大心细，他们的毅力和机智与男人不分上下。如果有一天让他们上战场，我敢说他们的勇猛不输男人。接着说。臣觉得皇上开女子学堂是明智的决定，臣还觉得不仅让他们习文，还要让他们习武，终有一日女人也能上战杀敌，壮大我们军队的队伍，我们大前国将会越来越强盛，超越其他国家。征西将军能多次打赢胜战，他的老婆功不可没，大部分的战役都是他老婆给他出谋划策，也是他多次深入敌中救出军中将士。要是这个时候不支持皇帝开创女国学和女恩科，给自己的老婆谋个武官，就太对不起你老婆了。征西大将军愧疚的点点头，表示木南锦说的都是真的。郑爱卿下朝后来烫御书房，其他人呢？还有没有人支持朕的提议？不支持皇帝决定的人都是一群自以为比女人聪明能干的老匹夫。你们真有本事就去后宫住几天，看看娘娘们宫斗的手段，保证你会怀疑起自己的智商。你们要是加入宫斗，我敢用我的脑袋做担保，你们在后宫活不过3天。大臣们想起惨死在后宫的妃子，以及活不过周岁的皇子们，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还是皇帝英明，没有轻视女性，大清国的女子有福了。皇帝万岁了！皇帝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是不可能活过万岁，还是叫皇帝500岁。只要国师能炼制长寿丹，就能让皇帝延年益寿。让女人识文断字明明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搞得最不可疏失的，居然还要思考这么长时间？你们就不想想，你们也是有女儿的人，尤其是家中没有儿子的大臣们，要是女儿能中举，是不是也可以代替儿子为家光宗耀祖？如果你们担心他们会嫁人，那就来个招婿啊！相信很多人愿意入赘你们家的。家中只有10个女儿的刑部尚书顿时眼睛一亮，激动走出来说：臣赞同皇上开办女子学院，也赞同皇上开创女子恩科。接着有不少的大臣站出来支持，就连一开始反对的左相和右相也犹犹豫豫地站了出来。退朝。木南锦，我有事找你。天天都说有事找我，我不在，锦衣卫就没人了。不管你有什么事找我，我都要跟你先说好。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除了知道在哪里领月凤外，其他都不会。当初到底是谁把他分到我手下的？这个人一定是跟我有仇。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又没事了？要是没事，我就回去了。有事，这一件事情要是办得好，你的奖赏会比昨日还要多。有多少？这就看你能顺多少了。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说。这么神秘，你要去哪里说？你跟我来。见过寿公公。见过刘大人。刘大人，太后想要见穆侍卫。刘百户赶紧给寿公公塞了一锭银子。请问寿公公，太后见木南锦是为了何事？是因为雪玉公主的事情，穆侍卫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切，昨天说不过就找长辈来撑腰，公主的身份也不过如此。你到底对雪玉公主干了什么？我只不过说了大实话而已，放心，我不会有事的。真是瞌睡就给我送枕头，昨晚还想着要怎么赚钱，今天就有人送上门来了，真好，可以赚钱去了。穆侍卫，请在这里稍等片刻，奴才进去禀报医生。他来了吗？太后娘娘请他来，他不敢不从。让他在外面等着，等到我满意为止才让他进来。太后对谁都是平易近人，所以只要不要踩到她的底线，就不会随意惩罚谁。刀子嘴豆腐心的雪玉公主就是知道太后的品性才会找太后帮忙，所以她并不想过重的惩罚我，却又不想让我好过，才拿皇帝最敬重的女人来跟吓唬我，不然她早就找皇后惩治我了。对了，我可以假意用预言丹向雪玉公主赔礼道歉，等
等他们用过预言丹，知道预言丹的好处，就会花大价钱向我购买。谢谢，这种推销手段不错，我以后就能财源滚滚来了。真是一个妙人儿。皇祖母，您笑什么？就按你的意思，让他多等一会。木南锦，你面见太后怎么可以睡觉？抱歉，因为太害怕睡着了。谁会害怕到睡着的？我就是啊。你，雪玉，你让他进来参见太后。你可知哀家传你到永寿宫是为了何事？知道，这是给雪玉公主的赔礼。这是什么？预言丹。预言丹是药吗？这有何作用？如果雪玉公主吃了，皮肤会变得更嫩更白，如同婴儿般的肌肤吹弹可破。如果是太后吃了，会减少皱纹和白发，恢复30岁的模样。真有此奇效！我炼制的丹药效果定能让你们大吃一惊。公主可以试吃一颗，便知是真是假。万一你给的是毒药怎么办？我与公主无怨无仇，为何要搭上全家人的性命毒害公主？你的丹药是怎么来的？我不能说。我对你的赔礼还算满意，你下次可不能对本宫如此无礼了。好了，你退下吧。小的告退。皇祖母，你说他的预言丹是真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快去请院士过来。是。院士，你快看看这颗药有没有毒。是。微臣从药里闻到5种对肌肤有好处的草药，剩下的部分草药因与其他草药混合在一起，无法从味道辨别出是何草药，但可以肯定没有毒。那你知道这一颗药有何作用？微臣冒昧地问一下，这是何药？预言丹。预言丹？没有听说过，微臣也不知道它是何药。皇太后看出他是真的不知道，挥挥手示意他退下。皇祖母，院士也不知道丹药的效果怎么办？把丹药拿去给国师辨认，如果国师也不知道，就找人试吃。我去找国师。风哥哥，我有事找你。何事？皇祖母想请你帮忙看一看药瓶里装的是何药。是复颜丹。它叫复颜丹，不是叫预言丹吗？它有好几个名称，可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可以恢复人的青春。真的能恢复人的青春？是的。这是谁给你的？是木南京给我的，就是昨日得罪我的锦衣卫，他说这是赔礼。木南姐，他竟然有丹药，他居然舍得把如此珍贵的东西送人。风哥哥，确定这药可以吃吗？可以吃，只是你如今还年轻，对你来说效果不是非常明显，而且丹药珍贵，你可以留在暮春之年后再吃。谢谢风哥哥提醒，我现在就拿回去给皇祖母服用。到底是什么事，竟然还要跑到密室来说，搞得神神秘秘的。你知道四亲王吗？四亲王，我只听过圣亲王、尊亲王、玉亲王和皇亲王、宝亲王、福亲王，他们就是没听过四亲王。大千国有四亲王吗？我说的四亲王就是圣亲王、尊亲王、玉亲王和皇亲王。4位亲王曾经一起助先帝打下江山之后，被封为亲王，镇守其他城镇，直到先帝驾崩才回到京城。可在新帝登基后，他们又离开了。你提他们干什么？发现他们要造反？这是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还有，你说话能不能小声一点？被人听到了会杀头的。我们都在密室里，还怕人偷听？这里有人吗？而且我也没有说错，他们确实想要造反。这人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想要更大的权力。如果他们不是造反，那你提他们干什么？不是想要调查他们吗？是要调查他们是不是要造反。你跟我说这件事情，是要我去调查他们吗？对，你是姑娘，他们对你没有多少防备，由你去是最合适的。但是任务会比较危险，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执行任务。我愿意，我不怕危险。真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公差了。到时我借着出公差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睡懒觉，等调查时间结束，我再把我知道的八卦消息上报上去。嘿嘿，不仅没有危险，还白赚好几个月的假期，又能获得高额奖励，真是一举两得。我大爱出公差，就能获得很多的奖赏。什么奖赏？你应该知道，大臣们被锦衣卫抄家时会抄出许多家财吧？那些前去抄家的锦衣卫都会悄悄地顺上一些财物作为自己的私有物，不过前提是不能被锦衣卫以外的人发现，然后就看你的本事能带走多少钱财了。所以你说的顺就是偷拿的意思，对吧？对，你只要偷偷拿走一条翡翠项链，就能换到好几万两的钱，是不是比你昨日的赏钱还要多？让我看看4位亲王到底曾有多少家财。哇，好多啊！圣亲王单是拥有黄金就100万两，白银500万两，珠宝多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仅仅他一个人的财力就相当于1/3的国库，要是和其他亲王加起来，国库都没有他们多，真是好大一笔财富。这么多金银珠宝，只让我顺走一条翡翠项链，不行，我要想办法多顺一点。
就凭出卖你的心声，想在无声无息下顺走更多的财宝，做梦去吧！你笑什么？我们只要抄了4位齐盲的家就能发大财，想想都开心，你说是吧？我会努力找出证据。这是一个秘密的任务，谁也不能说，包括唐千户，明白吗？怎么老是在我面前重点提到唐精锐？我像这么喜欢他的人吗？不行，我得找机会澄清自己。你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就去吃饭了。没事了，他答应了吗？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用钱收买他了？当然不是，他是听到抄家能顺着很多值钱的东西就同意了。木南锦这么缺钱吗？据我所知，姑父每月都会给他100两银子花销，只不过他舅舅经常外出不在家，他也不知道节制，给他的银子都被他买东西讨好我的家人，剩下的银钱都被我姑姑收走了。怪不得，既然他同意就行了，我们也能松口气。不好了，木南锦被御前侍卫捉走了。先吃口饭压压惊。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能这么淡定？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做到的？齐大人，敢问木南锦犯了何事？唐大人，我们是奉命行事，并不知具体事情，真是抱歉。木南锦还只是一个小姑娘，还请齐大人帮忙照顾怡儿。只要我能帮忙就会帮忙，唐大人无需客气。那就先谢过了。你可知自己在皇上面前犯了何事？我没有犯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吃？万一我被关到牢里就没得吃了。皇上，木南锦已经带到。木南锦，你到底给皇祖母吃了什么药？为何她一直腹痛泻不停，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她全身还冒出黑黑的污垢，不管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吃丹药了，就是因为吃了你的药才变成这样的。要使皇祖母有个3长2短，本宫要你和唐家9族陪葬。我没有跟你们说吃药后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吗？没有。怪不得我觉得少了什么事，原来是我没有提醒他们这件事啊。木南锦，到底怎么回事？从吃药到现在过去多长时间了？已有大半个时辰了。那差不多了，再等等就好了。见过皇上。国师，母后她。皇上请放心，皇太后无碍，我们静等结果就是了。我的天呀！怎么了？里面发生何事？听声音不像坏事。嬷嬷，里面发生何事？好事，是大好事，说出来皇上一定不相信。太后娘娘她惠嬷嬷，先别说。是。我是不是该好好的想一想丹药要卖多少钱1颗了？这是皇祖母。你是母后？不是哀家还能有谁？难道你忘记哀家年轻时的模样了？木丫头，你过来。见过太后。丹药的药效非常好，虽然吃了之后令哀家腹痛难耐，可是更衣后浑身轻松，仿若不止面容变年轻了，就连身体也恢复年轻时的生气勃勃。您说的这些是因为丹药在帮你排出体内杂质和病灶，使您的身体也跟着变年轻，不然只有脸变年轻，身体却如老人孱弱，又有何意义？这真的是预言丹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皇祖母，你如今比我母后还要年轻了。木丫头，哀家还有一个疑惑，如今哀家变年轻了，那又会在何时老去？药的效果能维持几年呢？太后请放心，您不会迅速衰老，只会跟以前一样一年一年慢慢老去。但如果您的寿命早已天注定，并不会因为您变年轻就不会死去。原来如此。穆侍卫，你还有预言丹吗？有，现在可要万金1颗了。这么贵？我的丹药可是万金难求，当然要万金1颗。最后误会解除，木南锦被无罪释放，皇太后也给予木南锦厚重的奖赏。让你9品锦衣卫的身份，绝对不会委屈你的。你要不要看看？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不经姑父的同意把木南锦嫁出去，等她回来会发生多可怕的事情？以姑父对木南锦疼爱的程度，他举刀杀了我们都有可能。你姑姑是经过你姑父同意才这么做的？姑姑经过姑父同意。是的，他还说相中后就等你姑父回来再成亲。原来是说亲啊！夫人给我挑了哪几户人家？我给你挑了5户人家。这一位是监察御史的小公子，今年刚行过籍贯之礼。他不仅是个举人，还是国学院的夫子，不管是才学或是人品都是1等1的好。确实好，每天都跑去喝花酒，还打赏特别大方，不到半个月就花掉所有工资。这样的男人怎么养家糊口？呵呵，还真是给我介绍了一个好的相亲对象。我帮你挑的人当然好。这个是长兴县的县令，比之前夫子年长几岁，虽曾娶过妻子，可是他妻子在难产时去世了，如今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你要是嫁过去就是当家妇人，在长兴县没有人敢欺负你或是说你的不是。是啊，没有人欺负我，这应该说是除县令以外的人吧。
前一任的县令夫人不就被县令打到早产后难产死掉的？长兴县的县令就是一个变态，前几任的老婆就是被他打死的，只不过他是县令，没人敢调查他，大家就当他老婆们意外死去的。这画册里的人是舅母挑选过的。是呀，你舅母帮你的挑的人绝对不会差。看来唐家是真的容不下我了，是时候搬出唐家了。我舅舅在离开前曾承诺过会找一个比唐金瑞还要好的男人当我夫婿。夫人，你觉得这些人比你儿子还好吗？他们怎么可能比得过我的儿子？既然如此，你还把他们介绍给我？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也敢妄想嫁给比金瑞还要好的男人？你做梦去吧！哼！木南锦，你给我回来！让他走，我看他自己能找多好的夫婿。这些人没有一个好的，你就别介绍了。怎么就不好了？他们可是我跟柳昭千挑细选，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在里面才挑出来的，怎么就不好了？柳昭他，算了，不说了。姑姑怎么回事？他怎么把木南锦往火坑里推？大人的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方才进宫时听到宫女太监们说皇太后吃了仙丹恢复年轻时候的模样，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这是千真万确，我女儿亲眼目睹了太后变年轻的模样。今日一早，刻意派宫女在宫门等我进宫，向我告知了此事，说太后不仅变年轻了，身体也恢复健康。宫女还说仙丹是木南锦献给太后和公主的。如今宫里的妃子们都想买到仙丹，可是一颗仙丹就要1万金。什么1万金？各位大人为何都看着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员外郎，姚大人，您找下官何事？如今文武百官都知晓此事，你还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恕下官愚钝，下官真的不知道姚大人指的是何事。姚大人，唐大人刚入朝房，应该还不知道我们讨论的事情。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言问一句，员外郎，你们家给太后的仙丹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什么仙丹？我都说这么明白了，你还装？你不想便宜卖给我们可以直说，没必要装不知道。姚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您说的仙丹，我们家又何时卖过仙丹给太后了？看唐大人的神色，似乎是真的不知道仙丹的事，大家就不要为难他了。还请各位大人告知到底怎么回事。又向便为唐文宗解答。木南锦赠与太后仙丹，令太后恢复青春容貌。他还说仙丹卖1万金一颗，1万金啊，卖了整个唐家都不值1万金。下官真的不知道木南锦有恢复青春的仙丹，如果下官知道他有丹药，会在第一时间求他给家中长辈服用，家中2老现今也不至于年老多病。我见过唐大人的父母，他们的容貌已过花甲之年。请各位大人莫急，等下官回去问清楚，再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就拜托唐大人了。从今日起，我要搬出唐家了，你们再也不用担心我在纠缠唐金瑞。我也趁此说清楚，我以后嫁谁也不会嫁你们唐家人，你们大可以放心了。你要搬出唐家？真的假的？当然真的，我房子都找好了，我现在就离开。木南锦，你别意气用事，一个姑娘家住在外面不安全。木南锦，我现在心情好，不想听你说话。不是心情不好时才不想听别人说话吗？他怎么反过来了？你们为何同意木南锦离开？不让他离开，难道让他一直缠着精锐吗？他现在离开不是正合我们意，我们也省得心烦。以后要是惹了事，我们也可以不用管。你们知不知道木南锦身上有仙丹？仙丹？大家一愣，唐文宗把仙丹的事告诉他们，蒋真如彻底傻住了。那个死丫头有仙丹却藏着掖着不给我们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病痛折磨，她压根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看，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哟。那她身上不是揣着价值几万金或是几十万金的仙丹？看，快把人找回来！嘻嘻嘻，这是木南锦的笑声，他不是离开唐家了吗？怎么会听他的声音？唐家的人一定想不到我现在就住在唐家后门对面的房子里，想不到我现在就离他们这么近。嘻嘻嘻，怪不得10个锦衣卫里有7个单着的。你们大清早来找我是要去哪？今日皇上和太后到城外的净头寺上香，需要人在身边保护他们。上香？大清早起来就为了上香？皇帝还真是闲得蛋疼，难道放假不好好在宫里睡懒觉，非要跑到外面折腾？有这么旺的精力，还不如到后宫多陪娘娘们，这样给你戴绿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皇上他们已经出城门了，我们赶紧追上他们。搞这么大的阵仗，是生怕别人不知道皇帝就在队伍里吗？还是说故意招摇引人注目，让大家以为皇帝在这里，实际上皇帝他们早就微服出行去到了净陀寺。前面的人是牧师卫马。
修容公子。修容公子真是好眼力，一眼就认出木南锦来了。你们锦衣卫个个都是身材高大的男子，就他身材纤细，当然容易辨认。你们去哪？净陀寺。木南锦，你怎么可以随便跟别人透露我们的行踪？这需要我透露吗？你们自己搞这么大的阵仗，有脑子的都知道。你去哪？木南锦居然不把唐金瑞当回事，其他锦衣卫也不出声斥责他。今日是15，我也去净陀寺上香。就为了上香？不然呢？去私会和尚吗？上香的人多，有事就叫声木南锦。我叫了，你就会来吗？会，我会带着皇帝来救你。御林军副统领居然喜欢闻士兵们身上的汗骚味，每次士兵们训练结束后，他都会故意找借口训斥士兵，或是上前检查他们的身体，然后趁机闻他们身上的汗味，并觉得特别好闻。哈哈，真是奇怪的癖好。咦，喜欢处处跟左院对着干的邓星潮竟然怕老婆，真看不出来啊。门朝言，木丫头，我们到净陀寺了。门朝言连忙打断木南锦的心声，到了就到了，干嘛特地提醒我？木南锦，你别跟着修容公子马车旁边走了，你保护的对象是皇上和皇太后他们，而不是修容公子。我修容公子，我还有公事就不在这里陪你了。你可要随传随到，不能食言了。我可是很期待你带皇上来救我的。果然皇帝不在马车上，就连太后也是假的。这里没你事了，你可以四处转转。不是要我陪在太后身边吗？我就不信你看不出店里的人是假的。真的去哪了？他们伪装成百姓的模样混在香客里面，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只能靠你自己去找。哈哈，要我来陪人还要我去找人？行，我就假装四处找人的样子到寺里的其他地方逛逛，不然也太对不起我一大早爬起来跑来净陀寺。谢谢。至于皇帝他们就好好等着吧，等刺客引起骚动，我就知道他们在哪里。不对啊，皇帝他们伪装成老百姓的模样，要我一个锦衣卫去陪他们，岂不是会暴露他们的身份？他们装成老百姓也就毫无意义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的要我来陪他们的，那他们要我来干嘛？看不得我太闲嘛，真够缺德的。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我们叫他出来还有错了，我就说不该带他来，带他来就是破坏性质的，还会有可能被他活活气死。带他来也不全是坏事，至少他让我们一整路都是开开心心的，令我们放松了心情，也达到我们到外面散心的目的。这倒是，真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小丫头。既然皇帝缺德，那就不要怪我无义，可别怪我不告诉你们寺里的和尚都是刺客伪装的。大爷的，怎么不早点说？来到这里才说，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不过话说回来，我就算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无法解释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们要是把我当成刺客捉起来，那才麻烦大了，所以我也不算不义。不，你说出来，我们绝对信。我们要是马上撤离，会引起刺客怀疑，还会让寺里的百姓们跟着受难，也有可能令皇上遇到危险。那怎么办？皇上他们应该也听到木南锦说的话，他们会找机会离开净陀寺，而且有国师他们暗中保护皇上，皇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事。那就先维持原状。木南锦看到龚修容随着一名中年男子走进和尚们住的院子。龚修容，对方可是要杀你的，你怎么就这么轻易相信对方，跟对方走了？虽说对方只是9品武者，武力没有你这个宗师高，可是他背后还有一个9品武王的杀手和一个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刺客，你这么进去必死无疑。这里竟然有武王，武王可是比宗师高一大境界，整个大秦国里也只有2个武王，其中一个1品武王正暗中保护皇帝。话说回来，他们要杀龚修容和皇帝我能理解，毕竟一个是皇子，另一个是皇帝，2个都是容易招惹仇人，可为什么也要杀我啊？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9品锦衣卫，听实话也不多，也不跟别人交际，我怎么就得罪别人，还让人不惜重金请杀手杀掉我？你是话不多，但心里话却不少，还他妈爱揭人短，要不是皇上护着，早就不知道死多少万次了。杀人了，杀人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情说笑，还不快跑？不用跑，他来了。皇上，微臣护驾不力，让您受苦了。臣现在就把锦衣卫们都叫过来护驾。他们来了也救不了朕，又何必又牺牲他们？还算皇帝有良心，我现在算是带皇帝来救你了吗？算吧，你们要杀的人是我，冲着我来就是了，不要把其他无辜的人都选进来。我能拖半刻钟的时间，你们趁机离开这里。他们也想杀皇上，是不会让我们离开的。他们还想杀我？你别担心，如果我和皇上死了，他们应该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想杀的人里还有我。他们为何要杀你？他不过是9品的锦衣卫，为何要追杀一个小官？我也想知道原因，等会活捉他们问问。
看来今日大家很难活着离开这里。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逃离的机会。就按我之前说的，我来抵挡片刻，你们能跑多远就跑多远。那你呢？你怎么办？我是走不了的。我们留在这里就是送死，还不如按他说的去做。你怎么还不走？我在这里陪你。皇帝他们不在，我就好动手了。我要是把对方打跑，是不是算救了皇帝和太后？那回去应该有赏吧？可是他们都跑了，还怎么看到我打跑敌人？没有人能给我证明，又哪来的赏？失策了，不应该让他们走的，应该留下一个人给我作证的。也不对，要是让他们知道我这么能干架，那麻烦才大呢。以后什么都叫我挡前面，岂不是亏大了？木南锦呢？他没有跟上来。他不会真的跑去对付那人了吧？8、9不离10了。他这个小丫头添什么乱啊？看朝颜，微臣在。他能打退那个人吗？臣方才有悄悄地探过他的脉，他并无内力。那他岂不是死定了？他还好意思想讨赏的事，是不是要朕给赏他一副黄金棺材？行，那朕成全他。也许他真的可以做到。做到什么？不等风思南回答，远处传来轰一声巨响。木南景见皇帝他们回来了，赶紧假装受伤的模样，倒向宫修容。你怎么了？受伤了？皇上他们回来了。刺客呢？我们和突然冒出来一个高手联手，一起把他打跑了。这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实力吗？那位高手呢？可能是追刺客去了。可知那位高手是谁？对方蒙着脸，不知是谁。各位大哥，你们这么多双眼睛，没有看到我受伤吗？虽然我是装出来的，你们也好歹看看我，关心关心我啊！要不是我打跑刺客，你们有命站在这里聊天。木丫头，你看起来很虚弱，是不是受伤了？回太后，我只是受了一点内伤，无碍。快打赏我，快打赏我一些大，不要让我补补身体。我宫里有株千年人参，等回去就派人送到你府上给你补补身体。千年人参，1000年的还是2000年的？低于5000年的人参在我面前可不够看的。对了，还有一株千年灵芝，对身体也非常好，一并送到你府上。我想什么就来什么，太后真是太善解人意了，我就勉强收下吧。太后的赏赐太贵重了。方才如此危险，你却愿意为我们拖住刺客，让我们逃生。比起你的牺牲，我送的东西都不算什么。那我就先谢过太后了。皇帝老儿，你妈都有表示了，你这个大儿子就不能机灵点，也跟着一并打赏嘛？算了，还是别指望皇帝给我打赏了。皇帝向来喜欢赏升官，他那一套在我这里可行不通。俗话说得好，官越大责任越大，所以我不喜欢升官，我只喜欢躺着就能领月俸过日子。穆侍卫，你救驾有功，朕决定。你要是敢说升官，我立马替刺客解决你。朕决定升你为正九品的锦衣卫，再赏锦布100匹，黄金1000两。正九品，从九品和正九品好像没有区别。可以接受，谢皇上。话音落下，只见之前刺杀皇帝的人又出现了，然后一脸狠厉地朝他们直冲而来。黑炭，我的马就驾有功，皇上又该赏了，谢谢。以防刺客再次来袭，我们还是赶快回城。谢谢，我应该是大前国第一个被皇帝太后送回家的臣子。谢谢皇上，太后送我回府。木南锦救驾有功，在家好好休息半个月，半个月后再回都尉府复职。还是皇帝老儿通情达理，谢皇上。也可以当去游玩啊。玩？去哪玩？本宫在宝殿湖举办了花会，邀请各府的小姐和青年才俊一同赏花游湖。对了，本宫还请京城里所有的花魁来助兴，保证你玩得开心，舍得不离开。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走。等等，本宫还有东西给你。什么东西？父皇给你的赏赐。皇上不是已经赏过了吗？这是赏给你的马的，还有这是封赏圣旨，父皇要封你的马为一品马王。本宫懒得念，你自己看吧。马有品级，那我需要带它上朝吗？当然不用上朝，只不过以后谁敢动你的马或是对它不敬都要杀头的。这还算有一点用处。现在可以走了吗？我不就是10天没有出门，街道变化就这么大了，这是准备过大节吗？你不会不知道再过半个月就是父皇的生辰吧？我知道，只是忘了，都是有闲日子误我。原本父皇不想铺张浪费，可今年来给父皇庆贺的人不止4皇叔公他们要来，就连周围的国家也会派使者过来为父皇庆贺。4亲王进京了吗？本宫听皇祖母说4位皇叔公要过2日才进京。讨厌鬼来了，他是荣越郡主。就是从小到大什么都要跟你争的荣越郡主。对，本宫最讨厌他跟我争锋哥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的？当然是八卦新闻上看到的。他怎么来了？本宫有这么可怕吗？怎么都不过来了？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怕的人是我？我就一个小小锦衣卫，有什么好怕的？
就算有唐金瑞他们撑腰，他们也不可能怕我的。应该是我的错觉。不，你不是错觉，我们真的很怕你，怕你揭我们的秘密。哇，龚修容也来了，今天终于能光明正大的嫖他了。木南景，你觉得是荣月郡主美，还是花魁比较美？花魁。本宫也觉得是花魁。可恶，竟然拿身份尊贵的我跟婊子比容貌，实在欺人太甚。玄玉公主，要是皇后知道你举办的花会是跟阿杂之人厮混一起，你觉得皇后会怎么处罚你？荣月郡主，你除了会用本宫母后来压本宫之外，你还会什么？还有就是你说本宫跟阿杂之人厮混一起，你现出现在本宫画舫上就不是跟阿杂之人厮混了。我不跟你说他是谁，为何见到我都不知道起来行礼？是本宫允许他不用跟这里的所有人行礼的。怎么，荣月郡主想要违抗本宫的命令？大皇子来了，我们去找大表哥。讨厌鬼终于走了，不过真是奇怪，大皇兄怎么会来这里？大皇子来了，大家是否跟我一起去见大皇子？大皇子来了，当然要上前拜见。大皇子可是想要争夺太子之位的人，贵公子们也敢与他亲近，想死吗？还是想被抄家？而且荣月郡主也不是你们能娶到的媳妇儿，因为她愿望是嫁给皇子们当皇后。还有啊，皇帝主义的太子人选并不是大皇子，大皇子虽为长兄，却不是嫡子，皇帝是不可能立一个庶子为太子的。要是谁跟大皇子走得近，或是帮大皇子做事，只会让皇帝不喜。哎呀，我不太舒服，郡主，抱歉，我恐怕不能陪你去见大皇子了。要帮你找大夫吗？不用，我走了。郡主，我忽然想起家中还有事情，今日就不陪你了。各位贵女和公子们，接下来是抛绣球游戏，谁能接到绣球就能到我们画舫上尽情游玩。本宫好像没有叫他们搞这个抛绣球的游戏啊，不过听起来挺好玩的，就不知道谁能接到绣球。那个人一定是我。你就这么想上花魁的画舫吗？你可是姑娘家，你要是上去了会对你归誉受损，以后娶你的人就更少了，那些公子也不会再看你一眼。愿意娶我的，哪怕我杀人放火，他都会愿意娶我。不愿意娶我的人，我就算跪着求他，他也不会看我一眼。恭喜这位贵女接到绣球，这一杯酒是为了感谢木姑娘的救命之恩。当时刺客也想要杀我，我赶跑刺客等于在自救，你不必谢我。那也算是救了我。这一次邀请木姑娘，除了道谢之外，就是跟木姑娘辞行的。辞行？岂不是以后没有美男看了？是的，我家里可能出了一点事，需要回家看看。有话直说。路途遥远，有可能还会遇上。你是不是担心还会遇到刺客，想要我送你回家？我是不可能离开大前国的，至少目前不行。是我唐突了。有他在，就算遇到那天的刺客，他也不能拿你怎么办？木姑娘，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对了，既然我要离开大前国了，那有些东西是无法走的，孝青楼就赠给姑娘吧。另外还有2家青楼也一并送给你。等下了船，我派人把青楼的地契和卖身契送到姑娘府上，还会留几个人帮助姑娘。你把你身边亲近之人的名字以及你仇人的名字写给我。好的。木南景从名单里着重给他指出几个要防备的人。木姑娘，你为何要帮我？因为你好看啊。木姑娘，这是真心话。当然是真心话。木姑娘，我就快要离开大秦国了，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想要我做的事情？只要我能做的，一定会帮你办到。我想看你跳舞啊！讲故事哄夫人入睡才能睡。邓大人是如此英明神武的人，真的会怕他的夫人吗？要是以前，我肯定不信。可是我听说这一件事情是那个人说出来的，我想不信都难。可堂堂男子汉怎么能怕夫人呢？太窝囊了。放屁！你们男人头发长了就见识短了。谁说怕老婆就是窝囊的？他所谓的怕老婆是出于对老婆的尊重，因为他知道是他老婆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当当，从不让他操过半分心。在家庭和和美美之下，他才能安心的在外工作，才能顺顺利利的爬到正副使的位置。老邓同志这是懂得感恩，知道吗？再看看你们自己，在外当孙子，回家后只会在老婆装大爷样子就很出息嘛，只会在女人面前耍威风才真的窝囊。不知邓大人把我叫来幽院是为何事？本来是因为他乱嚼舌根的事情要好好惩罚他的，可方才他的心声却又令我非常满意。大人，大魏国和大陈国的使者队伍离京城已不到50里的路程，我们是不是该到城门口迎接了？方才还想着要怎么解释，现在借口就送上来了。你下去安排，我随后就到。你跟我一起去迎接使者。老邓同志是不是忘了我不是幽院的人？放个长假就懒惰了，都快辰时了还不来报道，等他来了一定要好好罚他。
刘大人，何事？木南锦被邓大人带去迎接使者了，在家待了半个月，都忘记自己是左院的人了。周大人，周大人，你何时与穆侍卫如此熟人？下官与穆侍卫一点都不熟，这是他头一回与下官说话。只是跟礼部右侍郎打了一个招呼，他应该能记住我吧？为何要你记住他？下官真的不知。记不住也没关系，以后多在他面前多刷存在感，刷到他记住我为止。等我们关系进一步的时候，谢谢你们。木南锦，求你了，不要再说让人误会的话了。木南锦，你与礼部右侍郎很熟吗？不熟。邓大人，四亲王进京了吗？没有，怎么了？怪不得刘百户没有来找我。四亲王没有来，他们的儿子来了。恭迎大陈国四皇子、大魏国五皇子来到我们的大前国作家。我们已经在国邸为你们准备好了酒菜，为你们洗茶。大魏国的五皇子是大魏国皇帝身边的暗卫伪装的，真正的五皇子是暗卫身后年轻侍卫。哇，暗卫是五品宗师，还是一个用毒高手。这次来是想毒害皇帝和国师的。大陈国的四皇子虽没有伪装，却带了大陈国最美公主来和亲。这位公主可不得了，天生媚体，只要看她一眼就会被她深深吸引，与她结合的人更是会欲仙欲死，还会让人欲不能罢，最后会让人上瘾离不开她。皇帝老儿是在用命过生辰啊！幸好皇帝不好美色，大陈国皇帝打错主意了。等我有钱也要搞一个比国邸还要气派的大宅子，再找100个男人伺候我，一个负责给我按摩，一个负责给我洗澡，还有一个负责哄我开心。谢谢。现都中午了，好想陪他们一起吃饭。如果我说我帮他们试毒，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欢迎。肚子好饿啊！难道我要一直站在这里看着他们吃完才能离开吗？那太惨无人道了。爷，大魏国五皇子为什么看着我？不会是看上我了？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了。你是长得不错，可是还不能引起我对你的兴趣。这位姑娘也是锦衣卫，你们大前国有女侍卫？是的，可我从未听说大前国有女侍卫。我们皇上准备开创女学和女子恩科，而她是第一个成为女官的人。准备开创女学和女子恩科，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创。既然没有开创，她就成了女官，那想必她有过人之处吧？老邓同志，夸我的时候到了，你还不赶紧夸夸我？你就说我既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也能赚得了大钱，买得了大房，还能上得了战场，杀得了敌人。只要我不死，大前国就不会亡。我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定能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大魏国绝对不敢侵犯大前国。我能夸你，那也要别人相信才行。怎么不说话？他曾救过皇上。老邓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草率地介绍我？你真的太令人失望了。回到都尉府后，定要老门同志批评你。是吗？那他的武者品级一定很高。你跟他说我品级比武生还要高，保证他听了，他们家的毒宗不敢对皇帝老儿动手。你同身为武者，应该很清楚，武者忌讳向别人透露自己品级。还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那可否知道他的芳名？他叫木南景。木姑娘，可否与你切磋一番？我要不要接受挑战呢？可万一我把他打残了怎么办？会挑起两国战争吗？要不我假装输给他吧，可是会给大前国丢脸了，自己也丢脸。要不打个平手，可切磋打平手有意义吗？还不如不打。姑娘有何难处？使者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前国，还没有休整好就跟你们切磋，岂不是显得我们太欺负人了？要是被我们皇上知晓，定会认为我们待客不周，惩罚我们的。那等过些日子再找木姑娘切磋。好的。时皇帝就会怀疑起锦衣卫的能力，解散锦衣卫将会是迟早的事。好像解散锦衣卫也挺好的，我就不用当锦衣卫，也就不用早出晚归，真好，谢谢。我决定不投诉了，让锦衣卫自取灭亡吧。他说的不无道理，皇上已经开始质疑我们左院的办事能力，再长久下去，左院会换另外一批人来接手。人是贪婪的，就算让所有锦衣卫吃好穿好，还是会出现有人出卖锦衣卫的事情。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但如果让手底下的人吃饱吃好，会减少这样的事情。我们查办主厨是容易，可他背后的人不好得罪吧？这一件事情我会处理，你先去食堂找木丫头，然后假装发现食堂的饭菜不好。木南锦，现都未时了，你怎么不在家里吃过饭再来都尉府，却特地跑来这里吃饭？家里吃的太好，想在这里尝尝清淡的。萝卜饭，你就吃这些饭菜，你不爱吃肉吗？大家都吃这些。今中午的饭菜怎么没肉？每日都没有肉。这就是锦衣卫吃的菜。回大人的话，是的。我记得每月拨给食堂的银钱不下5万两，足够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2肉1菜。你们现在看看都吃的是什么菜？主厨呢？他在哪里？后院。
去把他叫来见我。是。刘大人，叔叔怎么回事？刘大人，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你不能让锦衣卫们吃饱饭就别想在这里干下去。还有限你半个月内把之前被你摊进口袋里的银两全部还回来，否则就等着砍头吧。刘大人，我是都指挥同志招进来的，你没有权利赶我离开。要是都指挥同志回来后知道这一件事情，你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你要是识趣，就不要多管闲事。哼，把他扔出都尉府。我说的话都不听了吗？我背后的人是指挥同志，他们可不敢动我。死丫头，你干什么？痛快，明天再也不用吃猪食了。你不怕得罪都指挥同志？你怕？你要是怕，我们可以先到皇帝面前参都指挥同志一本，就凭他把贪来的银子给了四亲王造反，就足以超他9族。什么？这一件事情你别管，我还有其他事情要你做。你先在这里等我盏茶时间，我去就来。木丫头，派个任务给你。什么任务？就是帮皇上挑选几个忠诚可靠暗卫。让我挑选暗卫？哇，好多肌肉男啊，高挺的胸脯，线条紧实的8块腹肌，充满爆炸力量的肌肉，简直就是引广大妇女们犯罪。老看同志，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下次还有这等美差记得不要忘了我。皇上要重新挑选暗卫，是虚是留就看你们能不能过牧师卫这一关。很好，暗卫们的容貌都长得不错，五官刚毅，双眼有神灵力。木南姐，你一定要好好挑选暗卫，要是挑错一个，你的小命也会没了。好，第一排左边第一个出列，然后报上你的姓名。魏金柱，目测身高181，颈围40，胸围95，上臂28，肩宽44，腰围80，身材练得不错。魏金柱，8平5者，家中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未出嫁的妹妹。目前母亲生着重病，由妹妹照看，每月的50两的俸银却不够老母亲看病。最过分的是，大半的钱都是给大夫诊金，要钱还贵的离谱。宫里的御医呢，全死了。皇帝老儿养这么多御医都是干什么吃的？就只为总是无痛呻吟的娘娘们看病吗？还有宫里的药材都多到发霉了，宁可扔了，也不知道分给需要的人，缺德。木南姐，你选好了吗？想好了，魏金柱可以留在皇上身边。魏金柱老实本分，一旦遇到事情，他会拼了性命也要护皇帝周全。这样的人放在皇帝身边最安心。魏金柱，你换上衣服到御花园等着。肌肉男全走了，现只剩下2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老男人，真没劲。木丫头，还一批人要你挑选。在哪？又要来一群肌肉男吗？太好了，我已经派人去请了，盏茶后会过来。希望等会来几个长得又帅又好看的暗卫。白日做梦。见过各位前辈，此次请各位前辈过来是进行最后的考验，一旦通过，即可封官大赏。刘大人，那人叫什么名字？你说谁？你眼睛都看到他了，还装？我不认识。他叫天苑。天苑，人如其名，长得确实是天妒人怨。不会吧？他竟然是在净陀寺刺杀我们的刺客！早知道他长这么好看，那天就不该让他轻易离开，应该把人打晕扛回家里养着。原来如此。天苑的金主被黑炭踩死了，没了金主饲养，便跟江湖人士跑来皇宫应聘武官的工作。哇，皇帝捡到宝了！要是以后有天苑保护他，这个世界没有几个人能杀掉皇帝了。皇帝老儿，你放心，我会帮你留住他的。谢谢，我以后就能天天看到这一张盛世美颜了。门大人，你说考验是何考验？只要得到他的认同便可。我们怎么说都是宗师级别的武者，为何要得到小丫头认可？朝廷选人也太随意了，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还不如走人。对我有意见的人都可以离开了，天苑可以留下来。谢谢，有种我在选南非的既视感。那我也不好特地跑去质问他事情的真相，而且以他的性子定不会承认此事，反而让我们两兄妹闹僵。我想派人监视姑姑，爹爹觉得如何？总要给你姑父一个交代。天苑大帅哥，你在哪里呀？奇怪，不见他人的，难道他今天还没上班？我靠，我忘记皇帝老儿挑选的是暗卫，暗卫是要躲在暗处保护皇帝，是不可能让其他人发现他存在的。那我以后岂不是见不到他了？我失策啊！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难道满朝文武真的能听到木南锦的心声？天苑思考片刻，决定试探他。是天苑大帅哥。木南姐，你可认出我是谁？你是天苑？废话，是我收你当暗卫的，又怎么会认不出你是谁？我说的不是姓名，而是身份。身份？什么身份？难道他说的是刺客的事？如果说是这事，那我该不该承认已经认出他了？
他果然知道我是谁。我现在每天天没亮就跟太金店里那群秃头老头们一起上朝就够可怜了，现在就指望能多看看帅哥可以洗洗眼睛。要是他因为我认出他不干了，那岂不是失去很多乐趣？不能承认，绝对不能承认。我们昨日才相识，我又怎知你的身份？这人是真的会心生外放。他一直看着我不出声，是不相信我说的话，还是看上我了？就这么走了，他相信我说的话了。收买他刺杀皇帝和收买他刺杀我的人不是同一个金主，所以天愿不会再刺杀皇帝了，但不代表不会杀我，所以他今晚还会来刺杀我吗？他竟然知道我要杀他，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又为何明知道我会杀他的情况下又把我留下来？是想在眼皮底下监视我？他要是不来杀我，那我昨晚在房间和院子里布下的陷阱岂不是用不上了？本来还想着活捉他来代替龚修荣在孝清楼当一天头牌吸引客源的，现在看来算盘是要落空了。自从龚修荣离开后，孝清楼的收入少了30%。退朝？爷，不是刚上朝吗？还没聊几句就下朝了，上朝都这么儿戏的吗？木南锦不回堂价，预言丹也不会降价便宜卖。你们都看到了，他不会因为我是他亲人就会便宜卖我丹药。你没事吧？没事，送个饭能有什么事？你这是干什么？刚被人舔了一下手背，敢吃我的豆腐，看我下次怎么弄你。当然，如果对方长得帅就留他一命，然后让他对我负责。方才右院的邓大人找了看大人要人，从明日起你就跟着邓大人身边，等各国使臣离开再回左院。是谁派我去给犯人送饭的？门大人。你先去找门大人。找门大人做事？你去找他就知道了。何事？木南锦要我来找你的。你官袍怎么回事？我官袍啊，着火了。这火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连水都灭不了？快去找国师啊！这一股紫色火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烧你身上的官袍？我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我的身上。那你可有接触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我下朝后直接回都尉府，然后就在文书房里办公。吃过午时后，我便去牢门口等木南锦。但我想起来了，木南锦用我的官服擦过手。他为何要用你的官服擦手？刘百户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你是说木南锦被牢里的人舔过手背？对，应该就是粘在木南锦手背上的东西在作祟。那为何木南锦没事，他又为何让我来找你？他没事，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至于为何让你来找我，大概是因为我把这么危险任务交给他一个小姑娘去办，才会故意让我看到的牢未犯下场。这小丫头挺狠的，也不怕紫色火焰烧到我身上，把我的整个人都烧没了。他应该是有把握伤不到你才这么做的。门大人，舔木南锦手背的人到底是谁？为何会有如此可怕的火焰？对方要有如此大的本事，我们根本就关不住他，他也没道理会被乖乖的关在地牢里才是。我只知道地牢里关着6个怪人，他们非常的危险，经常有狱卒在送饭时死在他们手里。我不想再看到有人死在里面，就想着让木南锦去试一试。我觉得木南锦既然能对付连国师都应付不了的人，那他应该也能应付6个怪人，而且他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由他送饭再适合不过。如今看来我的选他去送饭是对，只可惜他只送了1次牢饭就要借给右院的人，我不放心他跟邓新朝在一起。你明日跟着邓新朝他们替我看着他。我觉得只要跟他带1天命都会短半年，都是被他气的。这么难回答我吗？你直接说是要打赢、打平还是打输就行了，我可以按你要求来的。为何要问他？刘大人是木南锦的统领，做任何事情之前需要经他同意。原来如此。大人，穆侍卫是我们皇上重视的臣子，凡事都需要经过皇上同意，我才敢做决定。皇帝重视的臣子，这牛皮吹得够大的。皇帝要是重视我，就不会只给我9品官了。是你自己不要封赏的，还好意思说皇上？那就麻烦2位大人派人询问你们的皇帝是否同意我们比武。邓新朝也不好拒绝，只好派人去问皇帝。本以为皇帝会拒绝，谁知皇帝竟然同意了。完了，木南锦死定了。皇上是不是想借其他国家使臣的手杀掉木南锦，以免他以后再透露再多的消息？你还是担心其他4国的使臣吧？要是木南锦把他们弄死了，4国就有借口找大前国的麻烦了。怎么打？到底打赢打输还是打平？保住性命就好。好，我会留他们一命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让你保住自己的命。在下北约，想邀请木姑娘上场一战。我上场了。你记得下手轻点。你这话是不是说反了？你懂个屁！小丫头，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请御医了，绝对不会有事的。你吩咐御医多带点内伤料过来，
我已经吩咐过了，我还派人到你府上把太后赏你的人参和灵芝都送过来，有这些药在定能保住一口气。这药不应该由皇上出吗？还要我倒贴补药，太血亏了。都事关人命了，你还有什么舍不得？是人重要还是药重要？行了，别搞得生死离别似的，让大魏国的侍卫久等了。这个小丫头虽然不讨喜，但好歹也跟你一段时间，你对她多少也有点感情吧？当然有感情，是特别想掐死她的那种感情。太突然了，什么？比武来的太突然了。之前大魏国护卫提起比武的时候，我就该找人易容成木南景的模样来应付大魏国，再让木南景伪装成男人的样子跟我们见使团的。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先观看比试吧。木姑娘，我们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太难了。对小丫头来说，点到对方确实太难，能躲过就很不错了。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也许事情并不是你想的一样，你还是听完他的话再决定看不看吧。他这么菜鸡，估计我没实力他就歇菜了。都说刀剑无眼，我要是一时没有控制力道怎么办？我看还是打死打残容易一点。果然还有后，他以前也这么自以为是的吗？他能不能打过别人，自己心里没数吗？竟然还妄想把别人打残打死，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等会要怎么打才不伤到人呢？木姑娘，你是姑娘姐，你先出招。这是什么？刀气。我他娘的当然知道是刀气，我的意思是木南景怎么能挥出刀气？这个就不好解释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木南景竟然会武功，我也没想到木南景是个内劲高手。你既然知道他会武功，怎么不告诉我，让我白担心了？我也只是听说他可能会武功，并不确定他真的会武功，这也是我头一回看到他出手。怪不得木南景会不怕死地跟人比试，救过皇帝的人的身手果然不凡，怪不得皇帝愿意破例让一个姑娘当官。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放弃吧。我可是劝过你了，你要是不停手，我等会要是不能控制力道伤了你就不能怪我了。我们还没有真正开打，怎就知道我不是你对手？接下来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刚才都没有实力就能把他逼退了6米外，我要是稍稍的使一丁点力，他肯定是架不住，也许还会把他打残，但绝对能留他一口气，比试也就此结束了，对老邓同志也有个交代。五皇子殿下，打平，这一场比试打平了。我还没有点到他怎么就打平了？你闭嘴！这位姑娘还真是心狠手辣。大魏国的人太不讲道理了，说比试是他们，说点到为止也是他们。我还特意提醒金北云他打不过我，是他自己不听劝要继续打的。金北云太菜鸡，能怪我吗？宝宝真的好委屈。小姑娘不懂分寸，还请五皇子见谅。明明有错的是他们，我们为什么要低声下气？老邓同志，你不能怂啊！你要是怂了就会被看不起的。我不是怂，我是为了两国友好。我们要是闹起来，岂不是让其他国家渔翁得利？我要他道歉。想要我道歉，除非你从我裤裆钻过去，我才考虑要不要道歉。道歉是不可能的，跟我瞪眼，你还嫩着呢。既然只是比试，大家就该心平气和面对结果，而且两人也没有受到伤害，又何必把事情闹僵？你们卖本皇子一个面子，大家别论谁对谁错，比武的事情也到此结束。本皇子请各位到本皇子院子尝一尝我们大陈国的特色美食。方才要不是老夫出手，你可能就被废了。你也不需要气恼，老夫已经替你报仇了。老夫在化解他剑气的时候，朝他身上射去了一个小毒物，不用到明日，我们就能听到他暴毙的消息。这个小姑娘年纪轻轻就拥有雄厚的实力，说不定会成为我们刺杀大前国皇帝的绊脚石。此人留不得。把孝青楼占为己有，你们老板也只能乖乖双手奉上。你就不怕官府捉你们？官府？官府算什么东西？少主哥，他们不过是平民，何必跟他们多费口舌？现时辰已经不早，我们还要在晚膳之前赶回王邸，不然又要挨骂了。你最好立马放了我。你说的官府，他们根本不敢管我们，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你方才话好像说的非常有道理，受教了。小姑娘，你真是太有趣了，我决定。少主哥，死丫头，你快放开少主哥！放了歌姬他们。你先放了少主哥。看来你的命比楼里的小官的命要贱。你们还不快放开他们？他们都离开了，你现在能放开少主哥了吗？有句话你说的真对，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说的是权力，不是权力啊。我们都把人放了，你还捉着少主哥干什么？再等等。等什么？您就是刘百户吗？是木姑娘让我来找你的。
他让要你来找我为何事？他不会是欠你银子吧？他打了皇家的人，他不要命了。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就来。他打了皇家的人，那他打的是哪位皇子？不知道。我进宫面圣，你们带人过去拖住他们。大胆狂徒竟赶住了梁世孙，是想背诛九族吗？京兆尹不就是那个喜欢攀龙附凤的三品官吗？这么着急带着衙役跑来这里，是想讨好这些圣亲王的孙子啊？大人，是锦衣卫来了。锦衣卫是来救我的，我劝你快放开我，不然你小命绝对不保。我怎么觉得锦衣卫是来帮木南锦的？木南锦，你快给我放了梁世孙！我都没捉他，哪有放他一说？木南锦，你知道你打的人是谁吗？是圣亲王的孙子吗？你知道他还敢打他？真是冤家路窄，圣亲王这么有钱，你个世孙还吃霸王餐，你要不要脸啊？果然越有钱的人越抠门。是他说权力至高无上，我为何不敢打他？你哪来的权力？他刚才不就吃了我一拳，马上变得服服帖帖的。我要杀了他，我要抄他满门。他打我，你们还不捉他？抄满门的话是皇帝才有资格说的，一拳下去就不说话了。果然权力至上。皇上口谕，一个口谕也要跪。皇上口谕，传木南锦和其他人到皇宫觐见。木南锦到底是谁？为何皇上要召见他？木姑娘和诸位梁世孙跟奴才一起进宫吧。皇上会治我的罪吗？你现在知道怕了，之前怎么没有想过后果？我不是怕，我是在想皇上要是治我的罪，我也让他尝尝权力至上。木南锦，在没有见到皇帝之前，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到底为何要帮着孝青楼，我们好在皇上面前帮你说话。梁世孙他们打我的人孝青楼有你的姘头。修容公子临走前把孝青楼和另外2个青楼赠予我了。梁世孙他们不止打了我的人，还在我楼里吃吃喝喝，还不给钱。我知道了，你们身为皇室，竟不知维护皇家颜面，跑到青楼也就罢了，还不给银子，打伤百姓，皇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皇子犯法都要与庶民同罪，何况你们只是世孙，朕就罚你们杖打10板子，你们服不服？10个板子连皮都打不破，惩罚太轻，我不服。皇帝老儿，你赶紧叫他们把银子给结了。还有你们欠的银子，赶紧给人结了，不要让人把这事传出去，不好听。皇叔，他打我又怎么算？你看看我的牙全部都掉光了。我只打一个人，你却打我整个孝青楼的人。你还有理了？你知不知道打皇室宗亲是死罪？你不是说权力至高无上吗？怎么就是死罪？我说的是政权的权，不是拳头的拳。在我眼里，我的权力比你权力大。你就是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那我问你，2国皇帝相见，你觉得谁的权力大？他们需要像臣子一样行拜见礼吗？他们权力一样大，不需要行拜见礼。在权力一样大的同时，他们又如何让自己的权力大过对方？强者为尊的道理都不懂，那也不能抹去打皇室宗亲的事实。皇叔，您要是不罚他，皇室宗亲的威严何在？大家都会以为我们皇室好欺负的。是你们有错在先，他才动手打人。事情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提。以后不提不行啊，他们还欠我的钱不还呢，要不现在就叫他们结清好了。皇上，太医来了，让他进来看看世孙的伤势。回皇上，梁世孙的伤势不重，就是他的牙齿怕是长不出来了。那怎么办？我以后还要怎么见人？长不出来可以找国师，他肯定让梁世孙的牙齿长出来。朕会请国师帮你修复牙齿的。爷，为什么皇帝总能跟我想到一块去的？难道皇上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才不要跟皇帝老儿心有灵犀。既然你的伤无碍，那你欠我20万两，还请你当面结清。20万两，你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现在不坑你们更待何时？何况你们家这么有钱，怎么也要你们放点血出来。你们喝了我们楼里最昂贵的酒，那酒1000两1壶，你们自己算算喝了几壶，是不是算不出来？那我就算你们50壶，那就是5万两银子。朕喝的酒都没有这么贵。还有我楼里有200号人，你们打伤我的人，每个人最少要补偿100两银子，那就是2万两银子，还有误工费。什么叫误工费？我的人受伤了，没有半个月肯定好不了。这半个月来，你知道我会损失多少银两吗？这一点不该补上吗？他们的误工费5万两，再有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又是什么？你不要欺负我们不懂就随开价。我的人受到不小惊吓，你们也该补偿。这里每个人也是100两银子，那就是2万两，剩下的银两就是补偿砸坏我的孝青楼，我需要找人重修，这里没有5万银子是修不好的。5万两都能在外城买一座小宅院了。那你能买到里面摆满名画的小宅院吗？我的孝青楼哪样不是用最贵的材料打造的？不然怎么能吸引这么多的客人？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就赶快结清银子。大陆寨，你们谁不招惹，偏偏招惹他？爹，他是谁啊？
为何你们如此怕他？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回去再说。我们在来之前，你们祖父曾找我们密谈了木南锦的事。他的身份很简单，可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只要是拥有官印的在京官员，包括皇上、皇后、太后和几位妃子都能听到他的心声。更可怕的还有，他能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你祖父担心木南锦见到你祖父后会暴露我们在藩地做的事情，所以只能派我们来了。本来想着来京后避开木南锦就会没事，没想到你们直接撞到他的面前。早知就先跟你们提前说好这事。那你怎么不早点说？这事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毕竟皇帝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们能听到木南锦心声的事。而且你们管不了自己的嘴巴，要是一个激动就把事情给说出去，皇上便知我们跟经理与一些臣子有联系，他会更快的查到我们要反的事。就不知道他方才有没有在皇上面前把我们的事情暴露出去。皇上应该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否则早就把我们关起来了。地心难测，你怎知他是怎么想的？祖父他们害怕皇上知道他们要反，然后把祖父他们捉起来，那祖父他们就不担心我们的安危吗？他为何不派其他人来，或是不让我们来？你祖父他们本是自己来的，可是大部分的兵将不听我们命令，只听你祖父他们调遣，而且他们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才会派我们这些世子来京安皇帝的心，而且也是你自己强烈要求要来的。来京后，我们一直限制你们少出府，你们就是不听，今日受的罪只能说是你们自找的。从我们去皇宫接你们后，就不见你出去声，你这是对皇帝处罚有意见，还是对我们有意见？我哪敢有意见？说谎！各位世子爷，国师大人来了。我们跟他没有交集，他来干什么？他是来给我补牙的。风思南拿出一颗丹药给他服下，然后什么也不说便离开了。就这样好了。我从来没有听说牙被打掉了还能长出来，我看是为了安抚我们才会找国师来敷衍我们的。我好像长牙齿了。真的假的？真的长出来了。我以前就听父王说过，国师是一个奇能异士，他会一些普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当时我是将信将疑，如今亲眼目睹，仍觉得很不可思议。要是国师能为我们所用，或是我们能找到奇能异士就好了。与其想这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想想怎么解决木南锦。有他在，我们永远都不能安心。这事还是到书房里说比较好。姑娘，大家还好吗？被打成重伤怎么能好得了？我本想请人照顾楼里的人，可大家听说我们得罪皇室宗亲的人都不敢来我们楼里干活，现如今连吃都成问题。姑娘，你呢？你没有被皇上责怪吧？他没有怪我，我到楼上炼药，晚点会下来。我炼制一盆伤药，你们把它涂到身上。上药，姑娘，你的药怎么这么苦？只是闻着气味就觉得肚子里都是苦味。你的药真的能用吗？我感觉不疼了，我的伤不见了。不见了。这里有15万两，你先找孝青楼的里里外外整修一遍，剩下的钱分给大家压压惊。姑娘，你可真大方。这些钱都是从4个世孙手里坑来的，花起来不心痛。我一定把孝青楼修成京城里最好的青楼，然后多招揽客人，让姑娘赚得盆满钵满。今日被世孙他们一闹，大家都认为我们得罪世孙，他们为了不惹麻烦，往后怕是有很多人都不敢再来我们孝青楼。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事。好想跟周大人单独聊几句，就是找不到机会。他不是要陪使臣，就是跟同僚谈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在躲着我，可我也没对他做什么，他躲着我干什么？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了？他这样一直躲着我不是办法，要不我夜闯他家跟他聊聊。你到底对他干什么了？下官真的什么也没有干。什么没干？那你为何要躲着他？我觉得你还是找机会假装跟他偶遇，看他到底找你干什么，不然我们整日听到他满心怨念也不是事。而且这是连皇上都关注你了，你还是尽快解决这一件事情。啊，是周大人，周大人。穆侍卫。周大人，不知可否方便与你说几句话？我们去那边说话吧。从亭子出来后，木南锦步子轻了许多，似乎心情很不错的样子。我今日心情好，看得出来。我今天请客，下旨后你们叫上看大人和左右院的百户、千户一起去吃饭。你这么大方请这么多人，他前些天赚了20万两，大方是应该的，那我这一次就不跟你客气了。他说请吃饭，你们没问清楚在哪吃饭的吗？我们想着吃饭除了酒楼还能有哪里，也就没有问他了。谁知他会这么大胆，带着我们这么多人来孝青楼。如今大家都穿着官服，还有这么多百姓盯着，我们要怎么解释我们的行为？难道跟他们说我们是来查封青楼的？要不我们掉头走人？不可，这样会驳了穆丫头的面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要怎么办？早知道我就不答应他了。
礼部尚书也来了。看大人和邓大人是来办案吗？我们也是来吃饭的。这么多人，你们不也是这么多人？我看整个礼部的人都来了。确实全来了。有你们在，我们也能吃得安心一点。各位大人久等了。木南锦说我们要是不进去，他就把礼部所有人的丑事公诸于众，连同我们私下犯下的错事也都抖出来。他竟然敢威胁我们！礼部的人还真进去啊？那我们要进去吗？礼部都敢进去了，我们锦衣卫能怂啊？我们当然也不怕进去。等会进去后，你们最重要的是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灌醉木南锦。我们这么多人，一人一杯，绝对能干到他，然后再向他讨话。你真是阴险，怪不得都督最喜欢你。他武力这么高，万一是千杯不倒，我们能干倒他吗？一人一杯不行，那就一人2杯或是3杯，总能让他喝醉。姑娘，还是你有办法请来这么多大人来我们孝青楼做客，往后肯定没有人小看我们孝青楼。外面这么多马匹，你找人看好了，可别吃个饭就出乱子。姑娘请放心，楼里的人会把他们拴好，我还特意找了几个人守在那里喂马。还有你通知其他另外2楼的老板，以后礼部右侍郎周大人每月到我们青楼玩乐，可免收1次的钱。木丫头，你来的正好，快坐到我身边来陪我们喝几杯。我不喝酒。来之不易的官职，我们再敬你能成为女官。后宫不也有品级的女官吗？他们只能在后宫做事，却不能干政。你却不一样，你要是升官了，可以跟礼部尚书他们在太金殿跟皇上议事，这才是真正的官。来，我们再敬你1杯。第3杯就是祝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能步步高升。这就不用了吧，我只想躺平过日子，不想累成一条狗，更不想不到中年就跟礼部尚书他们一样秃顶。赶紧的，再喝1杯。不是说不喝酒吗？怎么3杯下肚还不脸红？木南锦，感谢你这些日子来我们右院帮忙，这1杯我敬你。不用谢。木南锦，我们与你共事很高兴，我敬你1杯。高兴吗？我怎么看你黑脸比较多？木南锦，你还好吧？好啊，为何不好？你就不头晕？不晕。今日你是不是也该敬你表妹1杯？对啊，我们都敬她了，你怎么也要敬她1杯吧？木南锦，要不是唐金瑞把你收到锦衣卫里，你就当不上女官。你不当女官就没有机会认识我们。你说你是不是该敬她3杯表示感谢？刘百户带了上千名锦衣卫排着队来敬酒。我还没给礼部尚书他们敬酒。都喝了这么多了，他怎么没醉？都是刘百户那个乌鸦嘴。他也许醉了，只是我们看不出来。有些人喝醉了跟平时没有区别。木南锦应该就是这样的人。你是怎么觉得他醉了？主动跑去给礼部的人敬酒，可不是他平日所为。我敬礼部各位大人1杯。我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告诉你们，你们先听哪一个？你想说哪个就哪个。那就是先说好消息，你们被大魏国的5皇子下了蛊毒。什么？你没发现礼部的人被下蛊？我一个人哪里看得了这么多人？我也不可能每时每刻跟在他们身边。而且5皇子还是一个毒宗伪装的，他要下手，随时能避开我的眼目。你就没有听到他心里有说到这事？他这几日一直心心念念的念着周大人，根本没说其他事。我们都被下蛊了，你还说好消息？木南锦，你是什么意思？你们现在没死，不是好消息吗？那我们岂不是快要死了？有我在，你们死不了。那坏消息是什么？周大人约斗茶院的大人吃饭时，被有心人听到是我请你们吃饭，他们得知我跟你们在这里，便要派人来杀我。我现在不想动了，我的安危就靠你们了。我们哪里挡得住啊？这里这么多的锦衣卫，你急什么？我们挡不住，还有他们呢。吩咐下去，让大家戒备。那丫头肯定醉了，不然也不会说出这么多的事情。我去把她带过来问候。木丫头，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的？知道什么事？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他怕他家夫人的？这么多事情你不问，偏偏拿我的事说事。我不但知道他怕老婆，我还知道督察院左都御史的事情。你要不要听？要。你还是先说说怎么知道的。督察院的左都御史有一个从小就喜欢的人，那就是皇上宫里的贤妃。真的假的？还有什么？你倒是说。盛亲王知道左都御史喜欢的贤妃，就对他承诺造反成功后把贤妃许配给他做老婆。他心动了，就答应做盛亲王的走狗。七谢，我跟你们说，看朝言。打住，打住，不要再想了，让他继续想。我想知道你有什么丑事。木丫头，你给我醒醒！看朝言，20岁出任务时曾被人吓到尿裤子，哈哈。
真的假的？你真的被人吓到尿裤子？假的，不可能是假的，他的心是不可能会说假话的。门朝言，你也有这么怂的时候，我还一直以为你很能干，是一个处事不惊的人，你居然会吓得尿裤子。你再笑，我就让你见不到明日的太阳。我也不想笑的，但实在忍不住。哈哈，老看同志尿裤子，这么大人还尿裤子，羞羞羞！这一次可不是我笑你，你要揍人就揍木南锦。大长公主的儿子又强抢民女，太目无王法了，我们一起去灭了他。木丫头，你要去哪里？我们去捉大长公主的儿子。我已经派人去捉了，你就再好好待在这里吧。梧州知府贪走一半的朝廷拨下来的银两，今年的堤坝肯定又是修不好，老百姓又要遭殃了。我现在就去梧州砍了他。你又要去哪？我们去砍梧州知府。砍了，已经砍了。他笑什么？皇帝老儿昨天夜里宠幸贵妃娘娘，半盏茶时间不到就结束了，哈哈！皇帝老儿，你的肾不行啊，赶紧叫太医给你治治，再这样下去，不出半年就雄不起来了。木南锦，人呢？皇上，穆侍卫没有进宫。他没进宫，他没进宫，朕为何能听到？天元公子，您可知木南锦在哪？他在内城的孝清楼里吃饭。内城离皇城这么远，朕都能听到他心声。穆祖宗，你能不能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求你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事情没问出来，却把皇上的私密事都爆出来。幸好皇上不在这里，否则我们都得倒霉。七血，4颗药来了。不好，有埋伏，我们撤。你们不是他的对手，都让开。不追吗？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身份，又何必追上去斗个你死我活？而且现还不是追究到底跟对方翻脸的时候。木丫头，你吃的差不多了，我们送你回家。我好像只喝了酒，没吃到饭菜。你吃过了，而且还吃了好多。你要是不信，就问唐金瑞，他不会骗你的。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肚子好像是挺胀的。走，我们送你回去。坐坐。如今阿姨不在家，木南锦又搬出了唐家，现院子里只住着你一个人。我和你大哥担心你闷出病来，便过来看看你。大哥，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大赵，你就不解释一下，你为何要找人刺杀木南锦？什么？阿昭找人刺杀木南锦？这事回去再跟你说。大赵，你知不知道你买凶杀官的事被查出来会有什么下场吗？往大的方面就不说了，你应该能想得到。小的方面就是你跟阿姨肯定是连夫妻也做不成。你如此喜欢阿姨，你也不想跟她分开是吧？夫妻。大哥，你觉得我们像真正的夫妻吗？我与他成亲15年，他待在家中的时日却不足5年。因此，你憎恨他，连同木南锦也一起憎恨。不，我一点都不恨他，相反，我真的很喜欢他，喜欢到连命都可以不要。可是木南锦却要从我手里抢走他，你说我能不讨厌他吗？可木南锦是穆秦乙的外甥，是穆秦乙唯一的亲人，穆秦乙多关心他，多爱护他，不是很应该吗？你身为木南锦的舅母，又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理应将他当做自己孩子疼爱才是。那你跟穆秦乙才能和和睦睦、相亲相爱的白头到老。外甥，当做自己的孩子。我以前也想过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可是我后面发现我做不到。阿昭，你不要哭，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无论你是对是错，我们都会站在你这一边支持你，不让你受到伤害。阿昭，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才会被逼做到这一步，你跟大嫂说说，大嫂可以帮你出主意。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我怕说了，我跟阿姨真的就结束了。可你要是不说，等阿姨回来知道你做的事情，你们夫妻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先说出来，我们还能给你出主意，说不定会有你意料之外的结果，你跟阿姨还能和和美美的在一起。我希望说完这些事情后，大哥大嫂真的能帮到我。你是我的亲妹子，不帮你帮谁？哪怕是你错了，大哥我也会站在你这一边帮你到底。这一件事情要从5年前某个夜晚说起。那一日，阿姨说要捉一个犯人，可能要到子时才能回来。我当时非常担心她的安危，一整夜都没有睡好。子时将过，也没有等到阿姨回来，我便起身去看木南锦，看看她有没有踢被子。可是我却看到阿姨站在木南锦的床前。你倒是快说说阿姨站在木南锦床前干了什么？我看到阿姨给她掖好被子，还亲了她的额头。
畜生，竟对自己的外甥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5年前，木南锦也不过是10岁的孩童，阿姨亲他额头，也许只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疼惜，虽说不合理智，却又在情理之中。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一直以为阿姨是不善于表达感情，才对我冷冷冰冰的。可看到她亲了木南锦后，我才发现阿姨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可她却从来没有这么对我。我曾试图与她亲密，她都是冷漠拒绝。后来这些事情在我心里积压太长时间，我对阿姨产生了怀疑。后来发现许多不寻常的事情。你发现了何事？我发现我们每次沟房前，她都会先让我看她的眼睛才跟我同房。一开始并不觉得奇怪，后来我听大嫂跟她小妹聊起房事，才渐渐发现不对劲。哪里不对劲？我发现阿姨眼睛能迷惑人，我在看她眼睛时就会进入到一个虚假的情景中，因此我跟她的房事有可能是假的，完全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阿昭，仅凭我小妹那些话不能下定论，毕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你又凭什么会觉得房事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我也以为自己多想了，可每次事后都没有半点感觉，而且大夫说过我跟阿姨身体并没有问题，可我一直就是怀不上孩子，我便越来越觉得我的猜想是真的。我花了大价钱把老鸨请了出来，让他给我验身，结果老鸨告诉我，我还是在世之女。我与阿姨成亲10多年，我竟然还是在世之女，这让我如何接受这事？我明明可以生孩子，却要我把其他人当成自己的孩子，我又怎么可能做得到？他既然不愿意碰你，当初又为何要娶你？我又没有逼他一定要跟你成亲，他完全可以向我讨一笔银子到其他地方生活的，可成亲后又这么对你，实在太过分了。阿昭，你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大哥一定帮你把你这些年受的委屈都讨回。大哥，还记得爹娘说过阿姨的容貌？好像有说过这样事。我记得爹娘说阿姨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他爹，可是长大后的她与他爹却没有半点相似之处。我当时没有多想，可自从怀疑他后不得不多想，然后我又花了一大笔银子请人到老家那边打听阿姨和木南锦的身世，得到的消息是真正的木家人早在15年前全都病死了。穆家人全死了。当初我们家很穷，是穆家拿出一大笔银子助陪着我一起上京赶考，我们唐家便与穆家定下娃娃亲，还给了一个与穆家以后相认的信物。可如今的穆秦乙和穆南锦又是谁？他们又为何有我们唐家的信物？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不敢问他们是谁。我非常害怕，一旦揭穿他们的真面目，阿姨就会离开我。穆秦乙就算不是真正的穆家人，可他也是跟你真经800拜过堂的夫婿，他想否认也是否认不了的事实。你无需每日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可我真的很害怕他会私事离开我，我怕他每次出去就会一去不回。既然你如此在乎他，为何还要买杀手杀穆南锦？你不知道这只会让他更快离你而去，甚至把你当成了仇人，这样的结果也不是你想看到的吧？我嫉妒，我太嫉妒穆南锦了。阿姨不只对穆南锦一个人温柔，还只对他一个开心大笑，这是我这个当妻子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还有他每次出公差回来买给我们的礼物也是有很大的区别对待，他给我的东西永远都是女人戴的珠宝首饰，而穆南锦的礼物就不一样，他会给他精挑细选，就好比这一次买回来的马，那是连珠宝首饰都换不来的东西。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嫉妒他，嫉妒到发狂？我恨不得杀掉穆南锦，这样一来阿姨才会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阿昭，你嫉妒穆南锦，是不是觉得阿姨对穆南锦有爱慕的心思？唐柳招不出声，表示默认。红堂，穆南锦是穆秦乙的外甥，穆秦乙怎么会有如此心思？还不一定是真正的外甥，他们未必有血缘关系。阿昭，我觉得你可能想错了。如果穆秦乙真的喜欢穆南锦，以他的性子是不可能放任穆南锦对金瑞紧追不舍，也不可能会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喜欢另一个男人，他会将人紧紧地圈在怀里，不让别人碰穆南锦分毫。大周，买刺客刺杀穆南锦的事情不要再干了，你会让阿姨离你越来越远。我总觉得阿姨下次回来便是我们离别之日，而且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每次出去办事都是为了穆南锦，也许穆南锦不在了，她才能定下心停留在一个地方。她不是出公差吗？怎么会为了穆南锦？我有一回到街上闲逛时见到跟她一起出公差的衙役，我以为阿姨回来了，便跟在他们身后想要给阿姨一个惊喜，却听到他们说阿姨每次出公差都可以延长出公差的时间，而他们的捕头也从来不管她。那你有问那些衙役阿姨去哪里了吗？我没有问，可从他们话里能猜到他们也不知道阿姨去哪里。那你有没有问阿姨她去哪了？我问过，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她是怎么回答我的。我不想她觉得我烦，就没有再问她。你为何不早点跟我们说这些事情？
我有很多次都想跟你们说，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而且有很多事情我都难以启口。我出去办点事，你在这里陪陪他。唐文宗把唐柳昭说的事情全跟唐金瑞说了一遍。我们要是揭穿你姑父的身份，他说不定会立马扔下你姑姑离开。可要是不揭穿他的身份，你姑姑与你姑父依然要过着有名无实的日子。你说我们该如何是好？你倒是说句话啊！我需要冷静一下。姑姑说姑父每次与他行房时都要看他的眼睛，然后姑姑就会陷入到虚假的情景中，也就是说姑父很有可能会一些迷惑人的手段。当初我知道穆秦已会武的时候就觉得奇怪，穆家当年只是一个小商户，怎么会教出一个功夫不差的孩子？后面听穆秦已说是隔壁家的老头教他的，也就没有再多想。当初怀疑的时候就该派人去查查的。唐金瑞没有理会父亲，继续思考他的事。那就意味着姑父对我们还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本领。木南锦应该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一面才一直没有表现出来。那他突然性情大变，还会功夫的事情也就说得通了。你一直在嘀咕什么？对，我认为我们需要找人再查一查姑父的事，再下定论。比如说穆家的人是不是真的全病死了？还有姑父，他如果不是穆家的人，又为何有唐家的信物？而他又是谁？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要等我们弄清楚后，才能去想怎么解决这一件事情。不能没有任何证据就给姑父一个罪名，而且姑父要是不承认，我们也奈何不了他。这一件事情就交给你解决了。你们锦衣卫对查事情这一方面很在行。台下变为无数锋利的金针，当成暗器杀人。还有大辽国侍卫脚下的后底靴内藏着2把匕首，大周国的侍卫后腕能组装成1把大刀，大魏国的侍卫腰带是一条铁链鞭子。这都不算兵器的话，那是什么？哼！各位使臣大人，为了我们皇上的安危，我们需要搜你们的身，还请你们见谅。随意。大陈国的使臣非常大方，他们断定大前国的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兵器。哇，老邓同志的手下的眼力也太好了吧！这是经过多少时间才锻炼出如此犀利的眼力？进攻！爹，你们快看，穿着锦衣卫服的女侍卫就是木南锦。这个黄毛小丫头就是木南锦。前夜我派去的侍卫不仅没有杀掉木南锦，还白白死了一个侍卫。如今说这些都没用，我们尽量不要让他注意到我们。要是我们能听到他的心声就好了。伟大的大前国皇帝，吾皇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献给您。哦，你们皇帝要送朕和礼物？大殿里的男人们纷纷露出痴迷之色，他们都被他脸上散发出来的媚气迷住了。哼，男人跟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改不了好色的本性，都是一群大色胚。喂，左相大人，你再看下去，你家母老虎就发威了，小心今晚回去被他罚跪算盘，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看女人。大陈国的人竟用美色来引诱我们皇上，手段实在卑劣。这种骚艳的女人若是成为我国的妃子，大前国迟早要亡。还是我家夫人好，贤淑又大方，美丽又端庄，如夫人贤德的女子是点着灯笼都找不到。不喜美色的礼部尚书也栽了。皇帝老儿，色字头上1把头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你要是不想国家亡，就管好你下半身。听我一句话，路边野花不要采，采了你会后悔。国师和天远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丝毫不被美色所迷。话说回来，他们面对如此尤物都不心动吗？他们不会是那一方面不行吧？啊，除了国师和天远外，我们锦衣卫的都督大人也有一颗正人君子的心，可40岁还未娶，不会是对女人不感兴趣吧？他太吵了，你把他扔出去。他的声音能传遍整个京城，你得好好的想想，觉得扔他去哪比较好。各位大人，你们快清醒，再不清醒过来就要被大陈国笑话了。木南锦对被魅惑的刘百户在他腰间用力一拧。我方才怎么了？妾见过皇上，祝皇上鸿福齐天，寿元无量。这就是你们皇帝献给朕的生辰礼。是的，她是我国最美的女子，也是我国的公主。吾皇认为大前国皇帝是大前国最尊贵的男子，就该配天下间最美的娇娘，便命我们这些臣子带着公主送给您。你们的皇帝有心了。皇帝老儿，你千万别拒绝啊！这么大的大尤物要是放走了就是我们的损失，要是把它放在青楼，那就是妥妥的财神爷。我连名字都替他想好了，就叫西金吧，真是太合适他了。他定能成为我们青楼的头牌。国库的银子不是不够用吗？我可以保证他每年可以给你赚500万两银子。500万两啊，能养活多少将士了？大前国有了兵强马壮的兵马，你还愁打不下其他国家？到时西金就成了大功臣。大陈国既然把这么赚钱的工具给了大前国，有你们后悔的。他的话竟然让我很心动。我在心里乐什么？皇帝又听不到我的话，希望皇帝不要傻到把好东西往外退。朕收下你们的公主了，你们回去后替朕感谢你们的皇帝给朕送了一份大礼。会的，
吾皇祝您松鹤长春，春秋不老，福乐长眠，也愿我们两国友谊长存。封大陈国的公主为陈妃，入住怡兴宫。谢皇上恩赐。为了不影响宴会继续，陈妃，你可愿意回避？自然愿意。今夜妾等皇上驾临。好，木南锦，你来负责送陈妃到怡兴宫。到了院里后，你要好好安置她。这么多宫女太监，为何要是我？忘了他们都被吸金迷住了，一时动不了。是，皇宫有怡兴宫吗？怡兴宫在哪里？我怎么觉得怡兴宫这个名字如此耳熟？对了，勾修容给我青楼里有一个青楼，不就是叫怡心院吗？皇宫竟然有个宫殿跟青楼同名。穆侍卫，我们要不要回去问问皇上？也许皇上把名字给记错了。到了院里后，你要好好安置他。当时皇帝为何说院不说宫？难道不成？姑娘，你来了，好美的姑娘，简直就是为青楼量身打造的。老鸨，你跟他说说这里是哪？这里呀，是青楼。穆侍卫，本宫可是皇上的妃子，你却带本宫来青楼是何意？你就不怕皇上砍了你的头？皇上的妃子是皇上让我带他来这的。不可能，我是大陈国的公主，皇上怎么可能会要你送我来这里？他就不怕挑起与大陈国的战事？大陈国的国情并不好，否则也不会把你献给皇上，借你的媚气来控制皇帝，拿下大前国。你们自以为聪明，我们皇帝就这么蠢，这么好骗吗？你有3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回皇宫里，不过你可能永远的被禁闭，或是被人偷偷的抹杀掉。第二个就是回到大陈国，只是你回到大陈国后可不是高贵的公主，而是被万人骑的烂物件。第3个是什么？第3个就是留在这里给我赚钱，我可以给你自由，你也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会限制你。当然，前提是你不能逃走。给你赚钱还不是一样要出卖身体？不需要，你只要帮我吸引男客来我楼里便可，其他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如果你想，我还可以帮你收敛你的媚气，做一个普通人。你可以让我做一个普通人？对，给你3日的考虑时间，是去是留，你自己决定。我还要回皇宫，这几日麻烦你好好照顾他。是。老鸨，我可以出去逛逛吗？姑娘，我先换身衣裳再出去。谢谢老鸨。到礼部尚书献礼了，他干嘛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我知道了，他是在怕大魏国的五皇子趁他送礼的时候控制他刺杀皇上。不好，大魏国的五皇子出手了。哈哈，我吓你们的，五皇子根本没动手，你就安了吧。就算五皇子想要动手，只要有我在，他也控制不了你们。我刚才好像没有喊出声吧？礼部尚书怎么就下跪了？难道是他自己吓自己？臣祝皇上福寿康宁，岁岁平安。再祝皇上开办女子国学，和运顺顺利利。好。鸡肉的味道不错。我当侍卫这么长时间，还是头一回见侍卫敢在宴会上当着皇帝的面偷吃的。大陈国陷女人勾引皇上，大魏国试图控制礼部刺杀皇帝，那大辽国和大周国呢？他们来这么长时间，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们不想刺杀皇上吗？他们2国的国力不如其他3国，为了不被其他国吞掉，他们便趁皇帝生辰跑到大前国谈结盟的事情。2是来看戏的，看大陈国和大魏国怎么对付皇帝，然后看能不能从中得利。来到大前国多日都找不到机会动手，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你们一大群男人靠一个女人来办事就很有用。祝你们公主早日成功。四皇兄，我留2个侍卫和2个侍女给你，有自己的人在身边，你做任何事情也比较方便。不需要。为何？看到他们会令我想到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没有我们的人跟在你身边，你在大前国的宫里是寸步难行，你想跟我们通信都非常困难。那就留下吧。你与大前国的皇帝进展如何？你在生辰宴上也看到了，他并不受我迷惑，只能从其他地方下手。这事不能拖太长时间，你要尽快搅乱大前国的朝堂。你确定要留下来，不后悔抛去公主的身份？你知道吗？在我住在孝清楼的这一段时日里，是我20年当中最开心的日子，没有人监视我，我能自由自在的在外面玩耍。至于后不后悔，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你的承诺。做到了，我自然不会后悔。只是他们要怎么解决？他们要是知道我不在宫里，定会马上把我四皇兄叫回来。他们交给我解决。你要杀了他们？当然不是。看着我的眼睛，我身边的姑娘叫希金，从今日起她便是你们家的小姐，你们不得违抗她的命令，还要好好的保护她。除了她，其他人都不得命令你们做任何事。是。我有话对你们小姐说，你们到外面守着。是。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使用的是言灵术，可通过声音封存他们原有的记忆，再植入新思想给他们，让他们再也想不起以前的事。你以后就是他们的主人，其他人无法差遣他们，除非有人的言灵术在我之上。我总觉得你不只是9品锦衣卫这么简单。你忘了，我还是3个青楼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不说这个，我们还是说说我的媚气吧。我无法控制我的媚气，只要它释放出来，不管是男是女，都会变成野兽一般扑向我。这是我亲手做的镯子，右岸上的镯子符文可以掩盖你一半的媚气，到时男人只会被你深深吸引，却不会疯狂地扑向你。要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就露出左边的镯子，它可以完全掩盖你媚气。那真是太好了，它们的功效能维持多长时间？永远。谢谢你，穆侍卫。过些时日，京城会举办花魁选举赛，到时你再在众人面前露脸，期间你可以随便玩，要是没有银子就找老鸨要。好，你方才说我叫吸金，是在青楼用的名字吗？那是哪个吸，又是哪个金？吸引的吸，金子的金。吸金这个名字还挺特别的，它意义不凡。好，我以后就叫吸金。时间不早，我还要去捉个人回来替我守着青楼。捉？不见了。穆侍卫，五皇子，我们又见面了。你不要担心，我不是来杀你的。不是杀我的就好。前段时日你朝我扔了一条小毒蛇，令我觉得你的毒术非常有作用。当下我就决定等你离开大秦国后，再把你捉回来为我所用。这是要我当他的手下。前辈，您去哪里？木南景用五皇子的声音说道。我突然想起还有要事要办，等办完再回大魏国找你们。这是哪？青楼。你要我来青楼作甚？当龟公。怎么会在孝青楼当龟公？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大魏国的五皇子？找锦衣卫来查查就知道了。我没捉他，他是自愿留下来的。虽说一开始是我把人捉回来的，可后面他得知我可以让他往后的武者等级提升5圣级别，就自愿留下来了。我这样不算是说谎吧？谢谢。他是真的五皇子还是假的？当然是假的五皇子。真的五皇子的武功这么差，我留他有何用？要是金北云打不过别人，还得我给他兜着。我目的是要一个龟公帮我工作，又不是找祖宗来伺候。傻子才会要金北云。那他为何在你孝青楼帮忙，还顶着五皇子的脸？他嫌在孝青楼里当龟公丢人，担心有老朋友认出他后没有脸见人。可是他身上又没有其他可以易容的假皮，只能暂时用着五皇子的脸，说等做了其他人的脸皮再换。那你可见过他的真容？没有。如果他换张脸跑了，或是换张脸杀人放火，再或是悄悄地混进宫刺杀皇上，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太多假设，与其担心百毒会干坏事，还不如想着怎么让他不敢犯事。哼，他要敢做违背我意愿的事情，我就揍得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方法简单又粗暴，何必想这么多？还有什么？最后一个问题，那人真叫百毒？百毒是我取的名字。为何取百毒？因为他身上有很多毒。这是为了提醒闹事的人，百毒身上有很多毒。要是还有人敢来孝青楼捣乱的话，那就是他活该了。不行了，再跟他聊下去，自己都要的心病了。都督有事找你，他现在他的文书房等你。爹，都督要见我，他一定是想要跟我独处一室夜。怎么除了我，还有其他人？真是扫兴。你刚回京，回府好好休息，明日一早再面圣。是，限你1个时辰打扫干净这里。啥？叫我来就是打扫卫生的，这不是杂役干的活吗？为什么叫我来打扫？他不会是为了多看我几眼才故意找这么拙劣的借口吧？你还不快动手！1个时辰没有打扫干净就没有饭吃。哇，都督凶起来好男人哦！多多拿笔的手真漂亮，都督的字跟他人一样霸气威武。哇，都督看我了，都督在看我了，他肯定是心仪我，我得好好表现，让他看到我的好。我擦桌子的动作应该优雅一点。他怎么走了？难道他比较喜欢我粗鲁的动作？观众都走了，我还擦给谁看啊？我没动力了，我想不干了，没饭吃就没饭吃吧，大不了回家吃。我说大人，你既然觉得他的心生潮，又何必把他叫来自讨苦吃？看朝颜他们太纵容他，得让他吃苦头。他吃苦头？我看吃苦头是你。我的书房可不好打扫，里面的机关可是多到数都数不清的。说的也是。话说回来，这个小姑娘可一点都不怕你，甚至还在心里夸你好。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吓得腿软。她不怕我是因为她有实力，不必怕我。你的意思是她的武力在你之上？不好说，等1个时辰后就知道了。小丫头竟敢无视你的命令，不打扫便离开了，她还真是不把你当回事。她打扫过了。打扫过了，可水盆怎么还在这里？而且里面的水是干净的。她有碰到你布下的机关吗？
没有，能在不碰到机关的前提下把房间清理干净，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用清洁术。哇，两肉一菜一汤，锦衣卫的伙食终于变好了。辛大厨做的饭菜真是太好吃了，好想把它打晕扛回家哦。还是放在孝青楼吧，倒是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赚到钱。这个死丫头又在一惊一乍的，她最好是有重要的事情，否则我真的要抽她了。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之前在都督文书院遇到的那个人是谁了，他木南锦。要死啊，喊这么大声，这个屁事王又找我干嘛？他就不能让我安心吃顿饭？木南锦，你还记得你要到牢房里送饭的事吗？还以为他要交代多大的事情才急冲冲跑来，却只交代他送饭的事，果然他的屁事多的一。知道了，我吃完饭就去送饭。我刚才想到哪来着？我想起来了，都督身材不错，只是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他的胸肌比安卫们的胸肌有力量，想想就很下饭。还有他的小翘臀，哎呦，堪比水蜜桃，又圆又翘。我觉得你还是现在去送饭比较好，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我这可是为你好，你还怨上我了，你以后就知道我对你多好了。远看不到，小姑娘徒手拉开牢房的门。徒手？你没有看错吧？她真的是徒手拉开门的。我没有看到门上有钥匙，而且门旁边的墙面裂开一条缝隙。居然有人能徒手拉开牢门，这世界的人果然卧虎藏龙。小姑娘，我长得俊吗？我要看你整张脸。你真是心急想逃？要是你被关了这么长时间，也会想逃。操！这个小丫头又在干什么？送个饭都不能安分一点。长成这样也敢吃我豆腐，找死！臭男人，还我手的初吻来！地洞了，地洞了！怎么回事？真的是地洞？不是，有人从地牢里逃出来了。下次再敢舔我的手，就要你的命！小姑娘，你是本地人吗？我不像嘛？怎么可能？有问题！小姑娘，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只想告诉我一个秘密，不求别的。小姑娘真聪明，只要你放我出去，我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放你出去？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我只能以后听你的秘密了。有人来了。小丫头，你没事吧？我没事，有事的是应该是那个人，他竟敢不经我的同意舔我的手背，打掉他半条命都算便宜他了。你们是担心我才下来的吗？是的，我们担心你的安危，就赶紧到牢里看你有没有受伤，顺便查一查牢里发生了何事。都督在关心我，他一定很在意我，他如此一在意我，我该怎么报答他呢？我得想想。我记得我方才说的是我们吧？怎么把我给忽略了？我也很需要报答，好吗？我记得有人曾说过，报答一个男人就是帮他洗内裤。那我明日一早起来就帮都督洗蟹裤，那他定能感受到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哼，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有谁跑出来了吗？我们走。你确定没事了？大人，里面到底关着什么人？有5个是妖人。妖人？什么是妖人？妖人是凡人吸收了妖怪的妖丹后变成人不人妖不妖的人。妖怪的妖丹？这个世上真的有妖怪？可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没有见过是因为他们一般只出现在古国，地牢里的妖人是因为在古国犯了事才逃到我们小国。妖人非常凶悍，不是你能对付的。如有一日遇到他们，千万不要招惹他们。那还有一个犯人是，你没有必要知道他是谁，以后少过问牢里6人的事情，少知道他们的事情对你有好处。是。最后一间牢房的老弟，你没事吧？估计受了很重的伤。他活该，没有搞清楚对方的身份就随意出手，而且这事也不是1次2次了，如今终于踢到硬茬了。老哥，我都这么惨了，你就不要取笑我了。老弟，你伤得如何？断了几根骨头，还被踢出内伤，没有1年半载是好不了的。方才的小姑娘是不是很强？应该是的，她没有使用灵力，只是用力的踹我一脚就能让我全身散架。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这里的人。不是这里的人？你的意思是她不是大前国的人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了，我吃饱要休息了。老哥，你太不够意思了，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你是在吊我们胃口吗？我可以肯定他有事瞒着我们。老哥，别睡了，快告诉我们你的话是何意思？蟹裤还在不在？是不是不见了？你快出来看看这些蟹裤是不是你的？是谁？都督终于看见他的蟹裤了，只是我该怎么告诉他这是我帮他洗的呢？刘百户刚来到都尉府就被叫到都督的文书房训了一顿。你给我看好木南锦。生病了？没病，木南锦，你能不能做些正经一点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分给我的任务都是不正经的？我说的是替都督洗蟹裤的事情。哪个未出阁的姑娘会给不熟悉的男人洗蟹裤的？洗蟹裤怎么就不正经了？你夫人每日给你洗蟹裤是不是也不正经？那不一样，我与我夫人是夫妻，她给我洗蟹裤天经的义。你刘百户，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木南景，看大人找你，你去他文书房找他。唐千户，你怎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再让他离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不懂事是我姑父和姑姑疏于教导。我姑父是男子，又常年在外，能教他的事情并不多。我姑姑他爸不说这个，我会找个嬷嬷教导他的。他如今已不小，要教导就要趁早，不然他会嫁不出去的。木丫头，这一位是六扇门的门督。见过门督，虽说门督与我们都督同等职位，年纪比我们都督要大上几岁，可是却没有都督长得俊，身材也没有我们都督好，气势也没有我们都督威严。我比起都督有这么差吗？木丫头，最近京城里发生了10几条命案，六扇门人手紧缺，需要向我们锦衣卫借人。我决定派你跟其他锦衣卫去帮忙办案。我就一个9品锦衣卫，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又从来没有办过案，不喜欢动脑的我能帮什么忙？负责抬尸嘛，就不怕我看到尸体后当场晕倒给锦衣卫丢脸？呵呵，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这话也亏她说得出来，你就骗骗门督吧。我知道了，老看同志其实并不想帮六扇门，想要六扇门丢脸才故意找我这个没用的人去帮忙。木南锦，你去把刘百户叫来，我还有事情交代他。这个小姑娘挺有意思的。门督大人不怪她方才在心里说的那些话就好，下官不方便多说她的事情，只能再派一个最了解她的人跟着一起去帮忙。有刘百户在，她至少没这么难以掌控。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还能翻天不成？姐木南姐啊，她的事能由我做主吗？你的人你做主。六扇门的官员里有没有既是官员又有官印，还是容貌俊俏的美男子衙官？衙里有几个长得俊俏的年轻人，你问这是作甚？等办案的时候带上他们就是了。何时开始办案？我要回去安排你刚说的事情，顺便警告衙里的人闭紧嘴巴，明早你再带木南锦到六扇门找我。刘大人，你终于来了，我们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杨大人太客气了，我们自己进去见门督便可，何必麻烦您出来接我们？不麻烦，不麻烦。哇，六扇门好多帅哥啊！六扇门是不是看脸招人的？有这些郡衙官陪着办案，一整天的心情都美美哒。我们锦衣卫何时才有这种待遇？要不我跳槽吧，我申请到六扇门工作。刘大人，这位就是我们当朝唯一的女官吗？除了她还能有谁？真是一个俊秀的小姑娘。六扇门的人连嘴巴都比锦衣卫甜，锦衣卫的人就从来没有夸过我长得好。前面的书房就是门督办事的地方，我就不陪你们进去了，我在外面等你们。各位俊男不进去，那我也不进去了。你要我找长得俊的人办案，就是为了他？你等着看吧，我现在带你们去案发的地方。我们到了，这里是渡边修的宅子。那死的人就是渡边修。木姑娘怕不怕见到尸体？不怕。怕。刘百户，你干嘛不说我怕？我娇滴滴的形象就这么被刘百户毁了，以后没有男孩喜欢我了。刘百户要是说我怕，我就不能跟着他们查案，好好的表现自己了。见过各位大人，我们是来查案，不知会不会打扰到你们？不会，还请各位大人一定帮我父亲查出杀人凶手。大人，你们一定要帮我夫君找到杀害他的人。我们已经在努力查找凶手，还请夫人行个方便，并希望夫人能延迟几日再下葬。只要找到杀人凶手，你们要我们做什么都愿意。我父亲就在屋里躺着。渡边修居然死了，怪不得最近没有刷到他的事情。不对啊，我也没有刷到他死的事情，还是说我错过了？我先看看渡边修的尸体，等会再看看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干尸？从表面来看，对方不仅吸走渡边修的血气，还吸走了精气和精魄，一看就不是人所为啊！怪不得六扇门一直找不到凶手，对方都不是人，怎么找？小姑娘，我瞧你看得这么认真，似乎看出是谁所为了。年时间从一个没有品级的衙役升到5品4衙，不错，功绩累累，有一套自己的破案手法。只可惜判错了2桩冤案，当时事后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对劲，却为了保住名声和官位便没有再重新调查，白白让人受冤。现如今的他已失去以往破案的热情，只知一味的追求功名。你胡！门督赶紧定了他穴，让他不能动，并点了他的哑穴，让他说不了话。死者为大，正司衙可不能打扰杜大人安息。门督，我想说说我们之前查到的事情。最近的死者都是被吸成人干而死，
而这一种手法与前2年发生在江南几桩命案是一模一样的。为了确认真相，郑大人带着我们连夜赶到江南衙门核对此事，并带江南的衙役赶到京城查看干尸死状，得到的结果是与江南当年的死者毫无二致。这是我们调查到的事情经过，请门督过目。当年江南捕头认为人干一事是魔教所为，经我们查实，魔教的教主确实会一种吸食人精血的功法，我们也亲眼目睹到武林中人被魔教教主吸食血气后变成人干。我也有怀疑过是魔教教主杀的人，只是从这一点还不能证明就是他干的。可魔教教主真可怜，人明明不在京城，却被人误会杀人。其实也不能怪别人这么想，他一直顶着坏人的标签，别人不想误会他都难。而且他也从来不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大家就把事情推到他身上，真是妥妥一个背锅侠。如果不是魔教教主干的，也有可能是魔教的其他人干的。如果是魔教其他人干的，那你有证据吗？空口无凭就说是魔教，六扇门就这么查案的？刘大人，你们从杜大人尸体里可看出是何人所为？我都没有看过命案的案卷，也没有查案经验，单凭一具尸体能看出什么问题？问我，我知道。刘百户，你倒是问问我啊！你再不问我，我可就要走了。木南锦，你看起来有话要跟我们说的样子，你要是有话就说，说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处置你的。爷，我冷着一张脸，刘百户是怎么看出我有话要说？难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有默契了？默契你个头！杜夫人，我可以用针扎渡边修的尸体吗？只要轻轻扎一下即可。啊，这只是扎一下吗？只要不破坏我父亲尸身的前提下找到凶手，你在我父亲身上扎几下都行。木南锦，你扎渡边修的尸体做甚？验毒吗？如果死者只是被武者功法吸食成干尸，那么他的尸体也只会是一具普普通通的干尸。如果死者是被其他东西吸食的，那定会残留着你们很难察觉到的东西。你说的其他东西是什么东西？我说出来，你们不一定会相信。只要是你说的，我们都相信。只要你能找出证据是其他人所为，我们当然也会相信你。杀死渡边修是妖。小姑娘，你查不出来就查不出来，还把事情推到妖物身上，你是不是太可笑了？木姑娘，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妖？这些人真奇怪，既然相信这个世界有神佛，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怪。人既然有善恶之分，那世上有神佛，自然也有妖魔鬼怪。不然神佛的存在难道只是为了保佑你们健健康康和发大财吗？既然你们不相信世上有妖怪，平日里还到关里买驱邪符干嘛？他们没有见过鬼怪，不相信有鬼怪存在也情有可原。木南锦，他们不相信你，你可以证明给他们看的，让他们心服口服。不愧是刘百户，真懂我的心，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心声，想不懂你都难。但渡边修的头颅里冒出一团青黑色的雾气，随着扩散，雾气越来越大。这是什么？刚那是什么？那是残留在渡边修体内的妖气。有些妖喜欢捉弄人，所以将妖气藏在死者的体内吓唬人。真的有妖？如果真的有妖，那我们要怎么捉妖啊？这个世上是有妖的，但不多。除了不算牢里的人，我目前只见过3个妖怪，其中一只妖怪就在我身边，另外一个还没再成型，还有就是眼前的妖怪，可是只见妖气不见人。你不会是妖吧？你放屁！我要是妖，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我面前？那谁是妖啊？妖怪又不在这里，你们怕什么？我们这不是怕妖怪会突然回来找我们，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可对付不了他。木姑娘，我为我们方才对你的不信任说声抱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妖怪，才会不相信你说的话，还请你原谅。现如今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其他死者也是妖怪所为吗？是不是妖怪所为？你们可以学我一样用针试试。那从死人体内跑出来的妖气会害人吗？一般不会害人，但如沾染了妖气就有可能发胖或是受妖气控制，这点大家不用担心。你们要是实在害怕就找国师求道符，保证妖怪的妖气不会来找你们麻烦。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打不过妖怪怎么办？还是找国师啊，他能解决。好的，我这就去。在此之前，还得麻烦门督帮我把锦囊交给穆侍卫，跟他说我以后会带着他一起捉妖，请他今夜子时到登星阁找我。穆侍卫，木南锦吗？是的，还务必等他下职，从都尉府里牵马出来时再给他。这是国师给你的锦囊，他说要你今夜自时到登星阁找他。又是送礼，又是大半夜找他，难道他想对我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啊？我会准时到。别想多了，他找你只是想和你一起打妖精。你的马跑了，不追吗？他会回来的，一个泼妇都能把你吓跑，
真是没用的东西，回去后得好好的训训你。风思南这是什么意思？给我防身嘛？可我怎么觉得他是在怨我让门都找他帮忙，所以故意要门都送锦囊过来吓走我的马，明知我的马是妖物，还专程要门都在这个时候送个驱妖符过来，不是故意是什么？他的马是妖，他的马竟然是妖。送你防身。姑娘，府里有个客人要见你。谁？是唐家二公子派过来的嬷嬷，说是来教导你礼仪的。教导我礼仪？姑娘，你回来了。回去告诉唐精锐，我不需要学礼仪。啊，这……出去。黑炭回来了吗？回来了，在后院。他好像在闹情绪，回来就躲到你的屋里，还堵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他也不出来。黑炭，呜呜！黑炭，你快开门！呜呜！你快开门，让我进去！我知道你是妖，在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是妖，所以你没有必要躲着我。快开门，让我看看你。是穆大人告诉你我是妖吗？可是穆大人说不能告诉你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你不是人就行了，你就不要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快让我看看你怎么了？我变成人形好看吗？我身体是不是也很完美吗？堪比模特的身材，简直完美极了。在我变成人之前，我在脑里幻想过许多美好的身体，为的就是有一日能变出一个美丽的身躯，吸引众雌性。这也是我迟迟不变成人的原因。可是差一点就功亏一篑，都是国师的错，不能原谅他，绝对不能原谅他。我要去找国师。你既然变成人，就按人的规矩办事，那就是把衣服穿好，除了我之外，不要把你身体给别人看到，明白吗？我是马的时候不也光着身子，为何变成人就不行？那不一样，你是马的时候，在人的眼里你穿着一身黑衣，人看人和人看马是不一样的。我要找国师，我今夜再带你去找他。你说的对，夜晚最适合行刺。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问吧。问什么？问穆大人的事啊。难道你不想知道穆大人的事情？比如说他去哪里了，又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就是他为何会留我来保护你？没兴趣。你都不关心穆大人吗？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我早就知道他在做什么，又何必多问？舅舅不想我知道他的事情，我又何必多问？还不如等他回来，由他来告诉我。那我就不多说，但你要知道一点，穆大人离开京城，没有在你身边陪伴你是迫于无奈，其实他很挂念你，也很担心你，他的离开也是为了你。我知道。我的身材真好，衣袍也很合身。我们去吃饭。我想吃青草。真是好养，那就满足你吧。狗道士，拿命来！果然国师隐藏了真正的实力。不介意我定住他吧？他技不如人，怨不得别人，在容貌上我还是觉得国师好看，那就不能怪我偏心了。不知国师大人唤我自是来自有何事？在夜黑风高的夜晚，不知道孤男寡女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嘻嘻嘻。再等等。不是说只有我们两个人独处吗？怎么还来了这么多这么亮的电灯泡？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很碍眼？见过国师。把符纸拿出来分给大家。是。你们把符放在怀里，他会在妖怪攻击你们时保护你们。这符纸的威力这么大，我想等妖怪出来假装不敌摔倒在国师的怀里都不行。你说我要你有何用？不如我找个机会假装不小心毁了他。嘻嘻。还真是要美色不要命啊。出发。这是要准备捉妖吗？可怎么只有我一个锦衣卫？阴魂不散的刘百户去哪了？怎么能忍心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六扇门？六扇门与锦衣卫表面和气，可实际上六扇门底下的人对锦衣卫一向不太友善。要是吵起来，我一个人争不过这么多人，我还是先看看他们有没有见不得人的八卦。等有人找我麻烦时，我就把他们见不得光的事给一个给爆出来，绝对能把他们对到哑口无言。我们什么也没做，就能让他脑补出这么多事情。擒贼先擒王，先看看门多的事情。国师，木南锦是个手无寸铁的小姑娘，我认为她应该待在你身边比较适合。万一遇到事情，你也能保护她，你说是吧？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都敢把她给卖了。看不出来啊，一副不解风情的门都大人也懂我这个小姑娘的心思。嘻嘻，那我就不把你喜欢一心愿头牌的事情抖出来了。门都大人，继续好好表现，说不定我一个高兴就把一心愿头牌的卖身契给你了。护士卫，你负责巡逻内城花街这一带，其他人跟我来。就我一个人，说好孤男寡女独处呢。谁跟你说好了？你不是一个人，花街也有衙门和六扇门的人在巡逻。就这么把我扔这，那我下次把他扔到孝庆楼招客，看他急不急。大钱了。木南锦用神识查看情况，只见风思南带着六扇门的人捕捉一只黑不溜秋的妖怪。我们虽没有除掉妖物，妖物却受到不小的惊吓，是不会在短时间内再次现身。大家可以先回去休息。穆侍卫，方才大家都受了不小的伤，只有你没事，
你在这里继续巡逻，直到有人跟你换职为止。他果然在怨我，那就怨吧怨吧。有句话说得好，怨得越深，爱得越深。迟早有一天你会怨我怨到无法自拔，那时就是爱我爱到极致的时候。邀请各位同僚到青玉湖花船上赏湖、赏月、赏花魁。赏什么花魁？你自己看。木南锦邀请我们参加后日的花魁宴，头一回参加的花魁宴，我们肯定要去。又不知道他在闹什么幺蛾子。不管他闹什么，也有看大人他们帮我们顶着，我们管不着。木南锦也请了看大人，何止请了看大人，还请了都督大人。也只有木南锦敢给都督送这种请柬。木南锦呢？他进宫去了。他进宫干什么？他说去送请柬。到宫里送请柬？他给宫里给谁送请柬？他在宫里跟谁交好？你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这是谁送来的？回皇上，今早没有人来过御书房，也没有人送来请柬。你打开请柬便知是谁送来的。是。回皇上，请柬是邀请皇上参加后日花魁宴的，却没有署名是谁。花魁宴？皇帝看到请柬了，他应该会来参加花魁宴的吧？如果他来，现场的治安就不用担心了。到时要是有人闹事，我只要大吼一声护驾。紧接着，无数个人影跳到御书房门口，包围住御书房。哈哈哈，对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只要大喊一声护驾，所有侍卫就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保护皇帝。那不仅坐在青楼花船上的皇帝安全了，就连我青楼的人也安全了。不过话说回来，安卫、御前侍卫和禁卫军怎么都来了？来刺客了。既然有刺客，那就留给天苑哥哥解决吧。我去给太后他们送请柬了。他还要请太后他们去看花魁。你怎么还在这里？我每日给你钱，还送你上下职，我被定在这里却不管我，没良心的小丫头。我吩咐许伯给你准备一筐青草。我很不高兴，不管你拿什么来哄我也没用。我今早还吩咐许伯到卖马场挑匹漂亮的母马回来。黑公子，你怎么来马棚了？这是驴，是驴。对呀，是驴，是驴，有什么问题吗？木南锦骗我。姑娘怎么骗你了？他说让你今早去买母马了。确实是让我去买马了，可是马太贵，我就买了一条驴回来。黑公子，黑公子，珍珠，快去叫大夫，还有找姑娘回来。这里的一个座位多少银钱？我就是好奇而已。回大人的话，这一艘船的第一层是按座位算的，那就是1000两一座；二层是按桌算的，是1万两一桌；三楼只有一个厢房，那就是3万两一个厢房。3万两。其实往年上船的船费只需要500两便可，只是今年抢船票的人比以往的人多，船票的钱才会被提了上去。排在最前面的第一艘船要多少银子才能上船？第一艘船的一个座位就要1万两。姑娘，你来了，今日姑娘这一身装扮真好看。没事做，过来看看。百户大人他们来了，你要不要上去见见他们？第三船来客人了，姑娘，我就不陪你了。第三船，我记得第三船留给了皇帝、太后和皇后他们都来了。他竟然也请了皇上。咦，左相来了。左相不怕家里的母老虎知道他来看花魁吗？不过他是跟皇帝老儿来的，就算母老虎知道，他也有借口敷衍家里的母老虎。右相也来了，他来之前有没有跟母亲汇报？要是不汇报，等回到家后又要去跪祠堂的。大家半斤8两，还有脸有嘲笑别人？还是皇帝好，不仅权力大，想要谁死，那人不得不死，还没有人能管他，哪怕他拥有文500和后宫佳丽3000，也没人能敢管他。可惜当皇帝也只有这一点好处。当皇帝哪里只这一点好处，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好吗？皇帝表面风光，实际上在一些事情上也有很多身不由己，别的就不说了。说说后宫虽有佳丽3000，皇帝可不是想跟谁在一起就在一起。如果独宠一个人，就会有大臣进言不可独宠某个妃子，或是骂受宠的妃子是妖女。如果皇帝需要哪位大臣帮助，就得假装宠那位大臣家的妃子，必要的时候还得努力的给妃子一个孩子。而且皇帝为了开枝散叶，还把自己搞得就像种马一样，今夜在这个妃子过夜，明晚跟另外一个妃子过夜，过得比青楼的小官还不如。至少小官跟别人睡过一觉后还要打赏，而皇帝呢，睡过还要打赏别人，可怜哦。好有道理的样子，我无法反驳。最可悲的是，儿子们长大后为争夺皇位而自相残杀，最后10多个儿子里面不知道还剩几个孩子给你上香。我没有心情赏湖赏月赏花魁了。皇上，别听他胡说八道，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那你倒说说她哪一点说错了？哦哟，国师来了，我们家的都督也来了，皇帝老儿，你还不快出来迎接？你有没有搞错？
我当皇帝的还要出去迎接别人。我要亲自伺候国师和我们家都督。他怎么不来伺候朕？他都知道朕来了，都不过来问候一声。这个就没必要争风吃醋了吧？大概是他跟皇上您不太熟。怎么就不熟？我跟他好像是不太熟。前面怎么还有2艘船啊？为何把我分在第3艘船，而不是第1艘船？前面2艘船是给冤大头做的，今夜谁能出得起价，谁就跟花魁过一夜。皇帝老儿，你要是想赚大钱，今晚就给我使劲喊价，让前面的人误以为自己争不过第3艘船的人，就会拼命的加价，到时我们就能狠赚一笔了。谢谢。叫我来赏花魁就为了做这事的？没想到他还有商业头脑的。你还夸起他来了？就在这时，人群里传来了骚动。里的众僧人见过贵人，你知我是何人？今早贫僧卜了一卦，得知贵人在此，便向贵人请个礼，顺便见见老朋友国师大人。国师应该也是早算到会在花魁宴见到老熟人才会来参加花魁宴。哦，你与国师是老朋友？是的，我们不只是老朋友，还是师兄弟。国师就在隔壁船，你们师兄弟正好可以叙旧。是，师兄可愿一见？愿意见，愿意见，当然愿意见。这么好看的男人怎么能忍心不见？国师大人，你快回话啊！你们是兄弟，就算关系不好也是可以见见的，有什么事就当面解决。你要是不见，反倒会让人觉得你怕他。这是兄弟之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要是有就打1架好了，1架不行就打2架，反正师兄弟床头打架床尾和，打到他服你为止。上来吧。哇，远看光头闪闪发光，近看是锃光瓦亮，这头也太引人注目了。我决定了，我要把孝青楼的小官全剃成光头迎客。师兄。哎呦，他这么一笑，我的小心脏都要受不了，好想把他捉起来送到孝青楼接客。师兄，师父和师姐非常想你，他们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与他们团聚。再等等，师兄不会是舍不得这里和这里的人吧？那可不行，师父他们会生气的，你知道师父他们生气会很严重啊。谢谢，他终于直视我了。师兄，这位是你的婢女吗？哎，兄弟，上天不会只赐给你容貌，把脑子和眼睛都忘记赐给你了吧？我这么美艳尊贵的人，哪一点像是婢女了？你自己问他。姑娘是？我是国师的人。谢谢，这话既可以表示我是国师的侍卫，也可以是国师的妻子，总之可以表示我是国师的任何人。就让你自己慢慢猜我是谁去吧，看你还敢不敢说我是婢女，那我就让你想歪。师兄，你知不知道师姐？你跟我来。你们走得再远，我也能知道你谈话的内容，又何必走那么远？这个小师弟来意不善啊！系门都都督同志、老看同志和老邓同志他们来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关键时刻冒出来。木丫头，你面子真大，连都督都请来了。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把都督请来的？看朝言，你是不是很闲？不闲，不闲，我们一点都不闲。不就是跟你们一样给都督发了请帖，还能怎么请？对了，我还在请帖里加了一句话：木南吉，你可以下去了。都督就是个面冷心热之人，不然也不因为我的一句话来参加花魁宴。我只是说他要是来参加花魁宴，我就给他打扫1个月的文书房，要是不来也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帮他洗7日的蟹裤。谢谢，他还真来了。谢谢，都督如此给面子，我顺便帮他的蟹裤也洗了吧。姑娘，今年我们孝青楼春风阁和怡心院是真是有面子，有这么多的大官捧我们的场。以往没有官员来捧场吗？有是有的，可是只有3、4品官来观宴，其他青楼都有2品官员捧场，然后压我们一头。今年可不同了，今年我们有1品官给我们撑场面，而且来的还不止一个1品官员，其他楼的老鸨是一个屁都不敢放。我要是说皇帝也来了，估计你会吓到跪下来。时辰差不多了，各楼的头牌们也快游程结束来青雨湖了，我去准备准备。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我就算不做，别人也会这么做。你能阻止我一个人，那你能阻止其他人吗？你别忘了，这是规则，你要阻止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也许会有变数。你是说木南锦？他出现后，很多事情都超出我预料之外。再等等看，看看还有没有更大的变数在等着我们。我要100朵金花头吸金姑娘。我要500朵金花头吸金姑娘。我要1000朵金花。左相，你干什么？皇上，请想想我们国库，朕有私库，那些都是要打赏给娘娘们的，你们就不能让朕玩个尽兴？皇上，你已经很尽兴，想想他们买下的金花的银子中有1半的银子会收进国库，您应该很高兴才是。今年获得花魁的人是怡心院的西京，大家一起恭喜他。
接下来就是大家竞选跟花魁共度一晚的良机，谁出的价钱越高，谁就可以跟花魁度过品茶赏月，还是跟以往一样，低价是1000两黄金，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两黄金。1010两黄金，只加10两黄金，没有银子就不要来这里丢人现眼。我出2000两黄金，5000两黄金，7000两黄金，才7000两。皇帝老儿，你出场的时候到了，你给我使劲的加价。是他让我叫价的，1万两黄金，1万两黄金都可以买颗仙丹了。12000两，敢跟朕竞价，活腻了。15000两，2万两。如今的百姓这么有钱，只是个别有钱而已，大秦国的大部分人还是穷到揭不开锅。25000两，25000两了，已经叫到25000两，还有谁比这个更高的？3万两，3万两是对方的底线。皇帝老儿，你可别再嫁了，否则你就要大出血了。要是锡金被你拍下，那只能说你贱了。我怎么就贱了？明明不要钱就可以成为你的妃子，你非要花大把银子只为跟他聊一个晚，你说你贱不贱？第3艘船的人还敢不敢叫价？你再不嫁叫，花魁就是我的了。放屁！那明明是朕的人，怎么就成了你的？朕得罪了皇上。3万两一次，3万两2次，还是没有人出价吗？那3万两黄金第3次，恭喜第1排第1艘船的贵客，现就给你安排与花魁见面。你们他的时候似乎没有穿他的一身马套装就跟七皇子离开了，也许七皇子并不知道黑炭就是一匹马王。把他带到厨房，本皇子今夜要吃马宴。是，你们快拉住他，不要让他过去。本皇子的金佛金顶，畜生！本皇子一定要把你开膛破腹，把东西取出来。不，我的瓷器全碎了，全碎了，没了，都没了，几10万两没有了。快走！畜生！七皇子，快传御医，快通知皇上，快把七皇子送回房里。你说马打劫了七皇子，马还会打劫人，简直是天方夜谭。是的，这应该不是重点吧？重点是七皇子受伤了。皇上，我们是不是该先去看看七皇子？对，我们去看看老七，他伤得重不重？到底是什么马能踢上他，还能打劫七皇子府？皇上，臣要是猜的不错，应该是一匹马王踢伤了七皇子。大厅里的碎片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一野马踢的，他还把七皇子库房的金银珠宝都劫走了。那不是野马，是皇上亲封的一匹马王。一匹马王，主子带回来的马就是船中的一匹马王。是的，皇上曾下旨说过，谁都不能伤他。七皇子他，这主子根本不知道他是马王，他身上也没有标记他是马王。带朕去见老七。是。老七情况如何？伤了内脏，庆幸伤的不是很严重，只要喝药调养1个月便能痊愈。我曾经可是亲眼目睹黑炭一脚踩死9品武王，如今七皇子受的不是很严重，说明黑炭已经手下留情。报，何事？我们已经追踪到马匹的去向，他跑进一个叫幕府的地方，为了防止他逃跑，我们派人包围住了整个幕府。先回来是请示接下来要怎么做。这是老七把一匹马王带回来宰杀在先，要说错肯定是老七的错，可我也不能每次都向着木南锦，这会引起木南锦的怀疑。照看朝言处理这事，让他务必做到既处罚了七皇子，也要木南锦受点小惩罚。是。这是你七皇子府里拿回来的。对，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吃马肉。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吃马肉？我看到有许多马的冤魂围绕在他身边，才跟着他回了七皇子府。为了给同胞们报仇，我就装成一匹普通的马跟他一起回府，把他所有金色的雾气全部吃掉，我不喜欢的雾气就找碎，最后他还被我踢伤了。要不是担心给你惹烦恼，我真想一脚踹死他。你的肚子能装这么多东西？装下一座大山都不是问题。一座大山啊，那有些事情就能解决了。姑娘，不好了！何事？我们府被侍卫包围，出不去了。那就让他们围着好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事情是我做的，我去解决他们。不管外面的侍卫，你把这些东西吞回到肚子里，其他事情不用你管。他们要进来早就冲进来了，等着吧，会有人来找我们的。木丫头，今日可不是你的休沐之日，你怎么没有到都尉府上职？小心我扣我的月俸。我今早是在皇宫上职，退朝后就直接回家，我不算偷懒。既然有去上职，那就不扣你的月俸。可有一件事情就不能这么算了，
那就是你的马踢伤七皇子这一件事情不能算了。毕竟七皇子是皇上的儿子，你的马不仅打伤他，还损坏他的家当，并劫走他的金银珠宝。你说黑炭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七皇子受伤的事是他自找的，他不带走我的马就不会有今日的事。确实受伤的事是他自找的，那七皇子的家当却是无辜的。你不会认为黑炭损坏和拿走别人的东西是对的吧？七皇子已经为此付了代价，等伤好之后还要清扫京城大街，为时是1年时间。七皇子也受到应有的处罚，那你的黑炭是不是也该好好的教育？那你们想如何教育黑炭？如果是其他的马定会遭到鞭打，可你的马是一匹马王，我们是不可能打他的，而且马是畜生，对他说太多的道理是没用的。我们也没有处罚马匹的先例，却有惩罚马匹主人看管不力的例子。你的意思是想要处罚我？你们不会是想让我赔七皇子银子吧？我可没有银子赔给七皇子，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我不是找你要银子的。那你们想要我干什么？不会是知道我不会绣花，故意用绣花来为难我吧？还是说要我抄佛经为七皇子祈福？再或者是要我给煮几道菜向七皇子赔礼道歉？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说七皇子吃了我的菜只会死得更快。你们想怎么惩罚我直接说。我们想要处罚你带着你的马去剿匪。好，原来是剿匪啊，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情，真是吓死宝宝了。还以为他会拒绝。什么时候启程？我们还需要商量好计策才决定何时起起。开玩笑吧，一件就能解决的事情还要商量计策？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要攻打的是京城通到江南那一带的山匪，那里山多，匪也多，还有许多宗师级别的武者在镇守山门。我们对那里地形又不熟悉，多次剿匪都是以败收场，因此我们得想好万全的计策，才不会死这么多人。那不还是一件的事情？白解释了。难道说朝廷想要把山匪收到军队里？不能直接打死，确实有点棘手，而且不是每个山匪都是穷凶极恶之人，罪不至死，是要想个计策。我还有事就不在这逗留了，我离开时会一并带走万念的侍卫。你怎么能接受处罚？你接受处罚说明我做法是错的。你没错，只是方法用错了。什么意思？你今日的所作所为是想七皇子不再吃马肉，对吗？可是你做法并不会吓到七皇子，反而会激怒他，甚至有可能拿其他的马来泄愤，对马大开杀戒，所以你的方法不对。那我该怎么做？你身为妖应该很清楚怎么会人感到害怕。害怕，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们去看看啊。你们不去，我去了。木南锦，你给我跟上。哎，这个刘百户后脑勺是不是长了一对眼睛啊？我难得出来一趟，你们却急着赶路，我要罢工了。再过1个时辰，我们就停下来歇息。还是老看同志懂我的心，歇歇。出来不该是吃烤肉吗？怎么都吃干粮？木南锦，你没带干粮？带了。那你怎么不拿出来吃？你出来就带这些吃的？在外不是该吃野味吗？我去就回来。你去哪里？这里是野外，不能到处乱走。出宫。我要吃这个。我们先吃干粮，晚上再吃野猪。不。最后大家浪费了1个时辰给他烤野猪。木南锦，我们急着赶路，明月午饭不能再吃烤肉了。我今天吃了烤野猪，明天想吃山鸡。客官，请问是住店还是吃饭？都要。哇哇，是武林中人，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武林中人。武林中人就是潇洒，要不我辞去锦衣卫的工作，跟他们一起去闯荡江湖。你们听说了吗？毒医卫仙医生下的孩子其实并不是仙医的，仙医白替别人养了20年的孩子。这么大一件事情当然听说了，毒仙两医为此还打起来了。真是想不到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竟会变成了仇人。假的。什么假的？这话不是我说的。那是谁说的？他说的。小姑娘，方才是你说假的。你的意思是毒医卫仙医生下的孩子其实并不是仙医的，这是假的。假的，是药庄的庄主记恨仙医不医治他的孩子故意传出的谣言。毒仙两医也并不是你们说的神仙眷侣，仙医早就想与毒医和离，只不过碍于毒医的毒素迟迟不早说出来，如今谣言传出正中他的下怀，便与毒医闹不和。你为何如此肯定是假的？想知是真是假，你可以把仙医早想离开毒医的事情告诉药庄的庄主，一旦药庄的庄主得知仙医其实早就想离开毒医，他定会向外界宣布之前的谣言是他传开的。小姑娘似乎知道很多事的样子，那你知不知道藏剑山庄的神剑被偷一事？大家都说是怪盗万手偷的，这事是真的吗？假的，偷剑的人是藏剑山庄的庄主。什么？藏剑山庄的庄主？他这是监守自盗。
你有证据证明是藏剑山庄的庄主偷的？他如今手里拿的就是神剑。神仙是上个月才从藏剑山盗走的，而庄主手里的剑已跟随他30年，又怎么可能是神剑？你要是不知道真相，就不要胡说八道，毁庄主的名声。你见过神剑吗？没有。既然没有，又怎么知道藏剑上的剑就是神剑？我师兄见过神剑，并不是庄主手里的剑。假神剑早在30年前就被调包了，你师兄才入门多长时间？他自己看都是假的神仙，又怎么辨别真假？那你说庄主为何要偷剑？藏剑山庄是在天降神剑后才改名藏剑山庄，可是神剑并不属于藏剑山庄，而是属于有缘人的。但藏剑山庄的庄主不甘心把神剑拱手让人，就自己拿走神剑。可他不是有缘人，只能把神剑当成普通剑使用。藏剑山庄的长老们也想自家山庄把神剑占为己有，便对庄主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验证神剑是真是假，只要把血滴在神剑上，便会发出嗡鸣。他要是认你为主，就会跟你走。如果你不是他想等的人，就会在嗡鸣后恢复原样。你要是不相信小丫头说的话，可以回去试试，便是真是假。木丫头，出门在外少说话，以免惹到不必要的麻烦。出门在外不是该多惹事才刺激吗？就这么闷头赶路多无聊。小姑娘，你们是哪个门派的人？我们是锦衣派。你说的这么直白，就不怕暴露我们的身份？锦衣派有这个门派吗？小姑娘，请问门主贵姓？他叫嘟嘟。啊，嘟嘟，名字真是可爱。你们门主是一位姑娘吗？他是男的。啊，男人怎么会取嘟嘟的名字？小姑娘，你们这是要去哪？姑娘，请适可而止。我只是跟小姑娘闲聊而已。小姑娘，你说对吧？你还点头，小心他把你卖了还帮他数钱。姑娘叫什么名字？我叫素墨。我六方派的人，我要是被他卖了，你们去六方派要人。我们打不过六方派的人，怎么要人？兜肚可以，兜肚可以救我。小姑娘如何知道我是六方派的人？木丫头，你到楼上挑一间你喜欢的房间。大爷，我只是回房间，你不会是不让我回去吧？委屈姑娘，等我们吃了饭再回去。你们还不快过来解穴？小姑话还没有喊完，又被看朝颜点了哑穴。默娘，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不是能招惹的人，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们为妙。我只是好奇他们的身份，才会多问几句。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她似乎知道许多事情。希望她之前说的事情不是真的。我怀疑他们是锦衣卫。锦衣派，锦衣卫，也就是说小姑娘说的嘟嘟其实锦衣卫的嘟嘟。我的天啊，这个可不是好惹的主，就连武林盟主也不敢招惹她。也不知道小姑娘是何来头，竟能让嘟嘟亲自出马救人。也许小姑娘是个公主。从他们对小姑娘的态度来看，不像是公主。算了，不猜了，不管她是谁，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回房休息。钥匙捡了实在可惜，剪短比较方便。你剃个光头更方便，可以考虑。就在这时，突然一把匕首架在木南锦的脖子上。叶松，你干什么？臭娘们，不关你的事，你给我滚远一点。默娘，你没事吧？王八蛋，竟敢踢我！快放开木丫头！你们果然很在意她。你捉着小丫头到底想要干什么？求猜嘛！你要多少，我给你。我呸！我才不稀罕你们的臭银子！你们都给我让开，不然我就杀了他！哦耶！我被挟持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挟持。唯一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兄台，你的匕首不够锋利，连我的皮都割不破，无法对我造成威胁感。对了，我要不要表现害怕才能体现出自己被挟持了？救我！还不快给我让开！他都叫你们让开了，你们还不让开？你们都不怕我受伤的吗？哼，你们都不重视我。都给我推到客栈外面。是，你们给我牵匹马过来。去把黑炭牵过来。是。你主子被人挟持了，挟持他的人说要骑马离开，只能委屈你了。马来了。连匹马都打不过，你怎么好意思绑架我？木丫头，你没事吧？没事，我倒是想说有事，奈何他的匕首不给力，连我身上的体毛都没割断。何时来一个高手把我绑走，再让嘟嘟来个英雄救美？谢谢。都督知道你的本事，估计是不会来救你的。放了他们。这个男人要挟持你，你还放了他？我要不是自愿的，他能挟持我？他哥被嘟嘟杀死才会想捉住我来威胁嘟嘟。素姑娘他们完全不知情叶松的事情，又何必为难他们？再说你们也不想带着他们上路吧？还得麻烦素姑娘接着帮我梳发。好，下次带上你们的教主来绑架我。被魔教教主绑架的感觉一定很好，也不知道魔教教主长得帅不帅，要是不帅就算了，
我怕他来绑架我是见他太丑，没忍住把他打死了，那他就太冤了。我一定会带着我们的教主来找你。教主，他是魔教的，老娘生平最讨厌魔教了，让你踢老娘。黑炭，我要睡会，你跟着刘百户他们走就行了。我们追木丫头，我们人多十分引人注目，必须在被人发现之前赶到江南。因此，我希望在赶路期间不要再发生昨夜的事情，比如与陌生人交谈、泄露我们的身份等等。等完成任务后，我们再带你游遍江南，吃遍江南美食。好，我先声明，要是没有完成任务就不得游玩，我们得直接回京接受处罚，所以你要认真对待此次的任务。好，我先问问你，除了游江南、吃美食，你还有什么要求？我想去参观武林比武大赛。准，看完武林比武大赛，我们再回京。黑炭，我们走。看大人，剿匪是一件重要的任务，你怎么想到带木南锦一起来？虽说他武功高，可不受我们的控制也是一大麻烦。七皇子家财被黑炭洗劫一空的事你知道吧？当然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知道？皇帝要我处理好此事，要给木丫头一点小惩罚。以木丫头爱财的性子，你觉得他会把七皇子的家财都吐出来吗？他肯定不会交出来，甚至不会承认他拿了这一笔钱财。你知道就好，我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惩罚木丫头，还能补偿七皇子的损失。剿匪就是最好的方式，由木丫头对付一直让我们感到头疼的山匪，我们再用山匪劫来的金银珠宝填补七皇子的亏损。你说这是不是一举两得？何止是一两得，简直是一箭好几雕。不说了，我们赶紧追上木南锦，没有人看着他，我实在不放心。在离京的第8日，他们终于来到藏龙山的附近，锦衣卫们都分批找地方藏好。这是我们的人花了2年时间才画出来的藏龙山舆图。这么简单的图画，确定不是孩童作画。大家要是按着舆图走，分分钟能迷路。所以攻不下山匪不是没有理由的。2年侦查的成果让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看不懂，否则对不起辛苦2年的兄弟。我们这里有一个陷阱，要是从这里进去会被掉入陷阱中，山上的人也会很快发现有人攻打他们。我们派10个人佯装攻打这里，然后那里有个山匪的小分部，要是打那里绝对要死斗一番，至少会损失100来个兄弟。舆图太简陋了，我就算告诉他们哪有陷阱都没用，他们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地方。木南锦，我看你一直皱着眉头，是不舒服吗？是不舒服，我去出宫。木南锦，你是女孩子，说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再委婉一点。我说出宫还不够委婉，那还要多委婉。我去那个够委婉了吧？只是那个代表这么多的意思，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下次吃饭我也说那个，看你能不能领会。去吧去吧。这个小丫头真是，迟早有一天会被她气死。如果不能听到她心里的话，那她就是一个很听话的手下。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调查的事情与木南锦所说的有很大的出入，我们之前的计划是行不通了。木丫头出去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她不会一个人跑去剿匪了吧？应该不会吧。她做的事情总是出人意外，要不是能听到她心里的话，根本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大概过去1个时辰，木南锦回来了。木南锦，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这是什么？这一份舆图画得十分详细，山里的小路和岔道都画得明明白白，就连山里有几个陷阱都标记得一清二楚。这一份舆图哪里来的？当然是我亲手画出来的。怎么可能在短短1个时辰内画出这么详细的舆图？不过在木南锦身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木南锦骗他道：我问山匪要的。山匪怎么可能会给你舆图？我打到他给我为止。那被你打的山匪呢？被我绑起来藏好了。刘百户，你认为这一份舆图是真是假？看起来像是真的，要不派个人去探一探路就知道是真是假。你说的对，我晚上去探探路。趁着他们还没有走远，把小姑娘带回来。要是被带上山再救出来，名声就被毁了，以后会嫁不出去的。谢谢大娘告知。村里的其他姑娘呢？她们没有事吧？村里的姑娘没你们家的姑娘好看，他们只带走你们家的姑娘。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他们往村口去的。谢谢告知，我们走。你们要小心啊，山匪都是武者，你们要是打不过就不要跟他们硬拼。我们会的。木南锦明显是自愿跟山匪走的，我们真的要去救他？既然是他自愿的，我们当然不救。而且没有好果子吃的是山匪，又不是他。等山匪把他带山上后，就知道自己有多后悔捉了他。我有点期待他是怎么把藏龙山道的鸡飞狗跳的了。大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人太多，
只能等天黑才方便行动。好，话说回来，黑炭呢？我要坐山轿上山。小姑娘，你知不知道你是被捉来的？你还敢要求坐山轿？我抽你几鞭，看你还要不要坐山轿？我很有可能是你们二当家未来的小妾。那又如何？只是可能成为小妾而已，还不一定可以。你对我不好，我会吹枕边风。我现在就在这里杀了你，看你还能不能吹枕边风。许成，你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当然是杀了他。现在留着他就是一个祸害，指不定真被吹了枕边风，二当家真把我们杀了。你现在杀了他，我们回去怎么交代？你别忘了，我们今日要是不带个姑娘回去，那些针对我们的人很有可能让我们活不过今日。现在怎么办？真的要把他抬上去？除了抬还能怎么办？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许成的手下找来了山轿子。山轿子来了，你可以走了吧？起轿上山。躲在暗处的阚朝颜等人看到木南锦被人恭恭敬敬地抬往山上，眼角狠狠一抽。这个木南锦还真有本事，竟把山匪搞得服服帖帖。木南锦不也把我们搞得服服帖帖的？你看豆豆再生气也拿他没辙，只能任他去折腾了。说的也是，只是让他们抬轿只是开始，看着吧，后面还有的折腾。我渴了，你喝过，我不喝。你不喝就等着渴死吧。我要吹枕边风。等你真的成了二当家的小妾再说。我一定能当他的小妾。姑奶奶，水来了。我想喝热的。你姑娘，我们没有工具烧水，还请姑娘将就地喝几口。我想吃烤肉。要不要给你准备一条烤全猪？我吃过野猪了，山鸡、野兔、鹿肉、黑熊、野牛、野狼也都吃过了。我想吃虎肉。我们捉的真是个小祖宗。姑娘，我们山上没有老虎，也没有其他野味，你要是想吃食物，只能回到寨子里才能吃到，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赶路，不然只能饿肚子。没有老虎，没有老虎，可以吃老鹰。那是我们大当家的苍鹰是不能吃的，大当家也说过了，除非苍鹰自己死了，不然谁都不能杀他。自己死了。突然，苍鹰身体一歪，从高空上坠了下来。他没事吧？幸好我接住他，要是掉到地上是不死也残。他不会动了，死了，可以吃了。好端端的怎么可能会死了？你少乌鸦嘴。他真的不会动了？不会吧？完了完了，真的死了。谁杀的？是不是有人杀了他？还是说有人想要害我们，就把这事栽赃给我们？说不定有人潜进山里了。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一件事情告诉大当家他们知道？我们只要伪装他是被人杀死的就行了，然后等着其他人发现吧。我可以吃了吗？你给我闭嘴，你个扫把星！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一件事情，就给我小声一点。还有你也是，要是这事被人知道，我们大家都不能活命，知道吗？那现在可以吃它了吗？吃，你就知道吃，除了吃还会什么？吹枕边风。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是想想怎么让人发现苍鹰。我们找个地方把它钉在树上怎么样？要是太刻意反而不好，还是找个地方随意扔了。找什么地方？许成刚问这话，苍鹰就落到木南锦手里。扔好了，可以走了吗？我肚子饿了，快走快走。小姑娘，我当山匪多年，还从未见过谁被绑到山上还这么冷静的。实力不允许我一哭二闹三上吊。你有什么实力？让所有男人服服帖帖的实力。这牛皮吹得比天还大，你不就对我无可奈何？我们是因为某些原因才不能动你，你不要真以为我们不敢杀你。那就好好伺候我，我可能会保你一命。就你，他说的有道理。杨波，你怎么一直帮他说话？我们都很清楚二当家的德性，他要是能入二当家的眼，我们都好过。二当家，你对我们找到的姑娘可否满意？满意，当然满意。那护法一事，这一件事还要等杨波他们回来再做决定。这是当然的。二当家，杨波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快让他们进来。我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带姑娘回来。他们带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保证二当家满意。再漂亮也没有我带回来的姑娘漂亮啊！她就适合坐那里。倒茶，你来倒。好，我来倒，我来倒。小娘子，请喝茶。我现在又不想喝了。好，你说不喝就不喝。小娘子，有没有其他想吃的食物？我派底下的人去准备。我听许成他们说抢我回来是要给你做妾的，那他呢？也是你要娶的妾吗？有了你，我哪还看得上别人？你快把他带下去，别在这里碍眼。是，你们也下去。对了，从今日起，他们就是我山峰上的护法。谢谢二当家。从今日起，周坤不能再找我们麻烦，反之，我们要是看他不顺眼，能随时处死他。我们算是保住一条命。我们终于不用怕周坤了，以后周坤看到我们还得绕着走。你该庆幸小姑娘争气得到二当家的青睐，
要是不能入二当家的眼，你觉得我们还能站在这里？你说小姑娘会不会在二当家耳边吹枕边风，说我们的不是？你现在知道怕了，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后果？这个小姑娘确实会气人，只有脾气比较好的你才能受得了她。也不知道二当家会怎么对她，希望她没有这么快被二当家玩腻吧。小姑娘不像是村里的人，二当家也不像是山里的人。我确实是不是山里人，不仅是我，整个寨子的人都不是山里的人，大家都是从各地常去到此地，不像山里人很正常。锦衣卫的身份牌，你是锦衣卫的人？不可能，锦衣卫里没有姑娘家。不愧曾做过锦衣卫的人，只看眼牌子就知道我是谁。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不承认也没有关系，今夜会有5000名锦衣卫上山剿匪，就看你配不配合了。你不配合也没关系，反正少了你也一样能成事，只不过前进山来的时间会慢一点。能成事？他们多次攻打藏龙山，哪次成功过？今夜定能成功。小姑娘的口气还真大。你就不想给你家人报仇？想，怎么会不想？当年大当家杀了我的全家，我是做梦都想杀掉大当家，用大当家的头给他的家人做祭品。其实你也不必干什么，只要通知其他当家来和你娶妾喜酒，再通知你的人不要与锦衣卫作对便可。锦衣卫与锦衣卫之间有个暗语，如果你真是锦衣卫，你应该会知道。你不用套话，锦衣卫之间根本没有暗语，除非出特殊任务，彼此之间达成约定才会私下弄个暗语来识别身份。锦衣卫里有谁来了？都督来了吗？没有，又没来。每回攻打藏龙山都不来，要是他来了，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他不来自有他的原因，快到申时，请你快点做决定。你先说，你们锦衣卫到底有谁来了？只来了镇抚使以下的人。镇抚使官职以下的人员，据我所知，镇抚使的武者段位只有9品，其他连9品都达不到。就凭他们，怎么打得过山匪里的宗师？你们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大概是因为我在吧。你有什么本事？能让大家听话的本事。也许他有何特殊之处，才被招为锦衣卫。不想看到锦衣卫死人就抓紧时间，天色可不等人。我只能答应你，借着娶妾之名，把所有当家和各大宗师请来我的山峰。至于我的人，还得看形势来决定要不要出手。老子我今夜要娶妾，你们立马吩咐下去，让下面的人把我屋里装扮喜庆些，还有通知各山当家和长老们说我要娶贵妾，邀请他们今夜来喝一杯喜酒。是。这个二当家做事真是越来越离谱，强抢山下的民女不说，现还为了一个妾大办喜事，有喜酒喝，管他怎么做事。走，我们喝喜酒去。大哥，有心事，我家的苍鹰至今未归，我担心他出事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晚归，大哥不必担心他，他如此聪猛，定不会有事的。我也是这么劝他的，他就是不放心，还派人去找他了。你们说找谁啊？苍鹰还未回家，大哥不放心就派人去找了。大哥不要担心，他应该是贪玩才会晚归。老啊，到底是何些女人污迷了你的眼，竟然让你正亲婆娘都不娶，就先娶了一个贵妾？我本来想娶她当婆娘的，可是我不相信一个外人，只能先让她当妾。如果她是一个信得过的人，我再大办一场跟她正式拜堂成亲。我还以为你被美色迷昏眼了，才会急着把人娶回来。我再怎么好色，脑子还是很清醒的。清醒就好。你的贵妾呢？怎么还不见进来？来了，我的妾来了。大哥，她就我的妾室，她姓穆，闺名叫南锦。穆南锦，名字非常好听，恐怕只有官家小姐或是富家小姐才会取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你娶的人不会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吧？老啊，你竟然抢了富贵人家的小姐，还真有你的。这不是手底下人抢来的，我头一回见这么贵气姑娘，立马就有娶她的念头，否则也不会匆匆忙忙办了喜事。怎么不见她开口说话？你点她的哑穴了？我心疼她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点她的哑穴？她应该是害羞才不说话的。老二，你不介意现就掀开盖头让我们看看吧？本来就是让你们看看的，又怎么会介意？就在这时，有人匆匆跑进来，急声叫道：老大，不好了！龙山，快，大家守备，再派人四处巡逻，找出潜进来的贼人。是。各位当家的，你们还没有看二当家那的妾的容貌，怎么就着急着走了？老二，你那的这个妾肯定是与贼人一伙的。臭娘们，敢挡我们的路，找死！老四，你怎么不动啊？你快杀了他呀！我动不了了。怎么会动不了？被定穴了？我也动不了了。我也是动不了了。我们也是。臭娘们，你对我们施什么妖法？二当家，叫你的人不要乱动，否则我不敢保证他们的安全。我知道了。老二，你能动。老啊，你跟他是一伙的。老二，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我们哪里对不起你？
不想死的都给我站在原地不要动！老啊，乐九十，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乐九十，大哥对你不薄，但你如亲兄弟，你为什么要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们杀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心腹和我的孩子，甚至我的阿公阿奶和叔叔伯伯、伯母婶婶、堂哥堂姐、堂弟堂妹、侄子侄女，他们统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屠了我们的整个镇子，相当于屠了我的九族。你说我该不该恨他们？你说的可是长久镇，那里的人都姓温，而你姓岳。我本来姓温，我是为了加入你们才特意改了姓。老啊，是我们错了，是我们对不起你。其实我们当初并没有想要屠镇，只是当时喝酒喝上头了，才会做出如此畜生的事情。我们事后也特别的后悔。后悔？你们要是后悔，就会回去把尸体埋了，然后给他们立坟。但你们没有这么做。第二日的晚上，又去了其他镇子喝花酒，好不快活。我一路远远的跟在你们身后，看着你吃吃喝喝玩玩的回到了藏龙山。当初你们只是山上的小山匪，也没有跟到大当家他们到长久镇屠镇子，所以我不会杀你们。不过我不杀你们，不代表锦衣卫会放过你们。锦衣卫，你们都别动，谁要是反抗就地处死。木南锦在不在这里？我在。你没事吧？你们来的真慢。我们是摸黑上山的，比较难找到路。他们的脑子一定是留在京城没有带出来，就不知道用轻功嘛。他们轻功留着干什么？留着等过年送礼嘛。不会使用轻功往火光方向飞嘛？这哪里还用得着找路？你一个人搞定他们的，不然呢？你是温九十？要是可以，我真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你相认。你真的是温九十？你没死，你竟然没死！我本来就没死。请你们以后再叙旧。现在最重要的是将山匪们强的财宝都搜出来充公。谢谢。等他们搜出金银珠宝，我可以趁大家不注意顺几件财宝带走。不用你交代，我们也会把他们财宝都搜出来，你就不要操心了。对了，你不是说要逛江南吗？我们现在就走。这么着急？不是我们着急，而是你着急。你不是要看比武大会吗？我们赶到江南历程还需1日的时间，而且参加武林大会的邀请帖可不是说有就有，还需要费点时间托人打点，再花时间赶去盟主府参加武林大会。你说时间赶不赶？说的也是，我们走。看大人，我们去历城了。看大人不跟我们一起走吗？就2个人不好玩，要多点人才好玩。看大人还要押送这些人回京城，这一点小事情还需要看大人出手。这些当家的人都是宗师级别的武者，当然要由看大人送回京城，其他人可镇不住他们。他一个9品武者一样镇不住这么多的宗师武者。木丫头说的对，要不你跟我一起把人送回京城？你想说话不算话。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总不能捉了他们又把人放了。4个当家被我封了武力，他们现与普通人无异，不必担心他们会逃走。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等我1刻钟时间，我清算一下头目的人数就走。3当家、4当家、5当家和6当家都在，剩下的大当家、2大家和5位长老都不见了，他们不会是大当家人等吧？他们都在这里。至于你说的2当家，就是我。你就是2当家？你怎么会是2当家？这是等我拿着大当家他们的人头去祭我的家人回来，再一五一十的告诉你。杀你的家人不会就是大当家他们的？去吧，我在京城等你回来告诉我事情。好。还是老看同志做事牢靠，刘百户就知道敷衍我，真以为我不知道江南的锦衣卫根本就不买一个百户的账。哼，这个小丫头平时不爱动脑，但有些事还是懂的嘛。没想到你是锦衣卫的人，你现在知道也不迟。我要下山，这里又没有人拦你，你要走便走。我是你们抬上山的，你们要负责抬我下去。你送他下山？我真的捉了一个祖宗回来。我的黑炭呢？鬼知道他跑哪去了。他有可能被人偷走了，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又被人偷了？他一身金光灿灿的，只要是个贼都会对他动心。好吧，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离开？要。去城。报信了，老看同志他们以前剿匪有一部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是圣上突然下旨剿匪，我们自己都是急匆匆带人前往江南，根本来不及告诉你们。这一回我们是大获全胜，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藏龙山的所有山匪，这都是圣上庇佑。要你们承认我出手帮忙有么难吗？幸好我也不是贪功好利之徒，不把我功劳记在我名下也无所谓，但是要记得多发我奖赏。说到奖赏就让想起藏龙山的财宝，我都忘了顺几件出来了，真是亏大了，想想都意难平。要不回到京城后到国库里偷几件出来安抚安抚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藏龙山，你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有高人相助，
高人谁啊？高人就是我这个穆大人，西西，一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打败所有山匪头子，我就问你们这些四品官惭不惭愧？无可奉告，我大老远的跑来这里看你们，你们不请我进屋喝杯茶。都50了还喝什么茶？我们直接请你到酒楼吃饭。我看到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两人眼里是道不尽的心虚，这里面绝对有问题啊！他们不敢请老看同志进去，屋里肯定有鬼。木南锦使用神识查看屋内情况。哇哦，果然有2个人躲在里面，一个穿着官袍，另一个穿着常服。虽然穿着常服，但看眼神气质肯定不是普通人。不，原来里面的人是知府，还有一个是圣亲王的亲信，来这想收买锦衣卫，山高皇帝远，还真是好办事啊！我正好肚子饿了，你们打算请我去哪个酒楼吃饭的？当然是最贵的酒楼。维明，你最近发大财了，你竟然舍得请我到最贵的酒楼吃饭？私下受贿，当然有钱了。这不是你难得来一趟，我与庞大人才一起请你到最贵的酒楼吃饭。先说好，以后我们去了京城，你也要请我们最贵的酒楼吃饭。这是必须的。等你们来了京城，我倾家荡产也要请你们到最贵的酒楼吃饭。好，我记下你说的话了。走，我们去酒楼。我还有一点事要交代，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他肯定是怕藏龙山的山匪子爆出他们受贿的事情，先要派人去解决藏龙山的山匪头子。怎么了？西西，幸好我有防备，就等你们的人来了。我突然想起来，带来的人跟我一样，也还没有吃午时，我得安排好他们才行。让我的人带他们去吃饭就行了，哪用得着你去安排？孔百户，你带京城的百户们去吃饭。是，说好带我尝遍江南美食的呢，这换了一间食堂吃饭又是怎么回事？你们就这么敷衍我的？我也要去最贵的酒楼吃饭，趁着他们没有注意到我赶紧溜。木南锦，这家伙的后脑勺绝对长了一双眼睛，不管我想干什么事都知道，气人。什么事？你累不累？要是不累，我带你到街上逛逛。刘百户是不是吃错药了？竟然变得如此善解人意。不过我喜欢西西，不累，我请大家去最贵的。你说请大家去最贵的什么？最贵的青楼喝花酒。不是，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去喝花酒？我要看看历城的青楼有没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等回去后，我要重整我家的青楼，将它发扬光大。你们去不去？现在是午时，青楼还没有营业。那去最贵酒楼吃饭，还请孔百户带路。这历城最贵的酒楼的最低花费要100两银子，每一份菜还不得少于10两银子。我们这么多人，恐怕最低花费要1万两。展现银子的重要性到了。木南锦，要不算了。我如此努力赚银子，不就是为了在用到钱的时候不会束手束脚？又怎么可能被1万两吓退？走，还请孔百户带路。好，快活距离我们不远，我们步行过去如何？否则没有地方拴太多的马匹。好，我们顺便逛逛。我喜欢逛街。木南锦，你买这么多东西能用得上吗？我给我家的姑娘们和公子们买的。我享受的不是成果，我享受的是买东西的快乐和过程。何况我的银子是取之于民，当然也要用之于民。你这个东家真大方，他没有你这个东家真走运。那你要不要来我楼里工作？我对你也会很大方的。不用了。姑娘，你们是来捉人的吗？捉人？捉什么人？掌柜不必害怕，我们只是来帮他提东西的。那就好，那就好。只是来帮忙提东西的仗势是不是有点大了？还是头一回见到带着200多个百户来买东西的。这个小姑娘是谁啊？为何每个百户都惯着她？她不会是宫里的公主吧？你没有听过她的事吗？我都不知道她是谁，又怎么听过她的事？唯一的女锦衣卫的事总听说过吧？她就是那个女锦衣卫。见过各位大人，不知各位大人是来办事还是吃饭？吃饭，帮我们准备几个包厢。好的。每回的武林大会都会有很多武林人士集中在历城吗？今年是因为在门主府举办武林大会，门主府又正好在历城附近，才会聚集许多武林人。武林人士越多越好，这才热闹嘛。等他们打起来，我也要去凑一份。如果他们问起我是哪个门派的，我就说是我是锦衣卫，背后靠山是整个朝廷，他们的表情一定很精彩。谢谢。她看起来是个巧乖听话的小丫头。维敏，你能帮我拿到武林比武大会的邀请帖吗？当然可以，你要多少张邀请帖都有。不过你一向不爱凑热闹的，这一次怎么突然想着去看比武大会？皇上在我们来剿匪之前说了，只要我们剿匪成功，就让我们休息半个月。我们也没有地方去，又正好在江南遇上比武大会，就想去看看，好让兄弟们放松放松。你这么多年没有好好休息过，是该放松放松。明日清早，
我托人把邀请贴送给你。不用介绍了，你们店里的每道菜来10份。每道菜来10份。好的，好的，小的就下去吩咐厨房准备饭菜。只是姑娘，我们楼里都是名贵的菜肴，而你又点了这么多道菜，需要麻烦你提前结个账。这些钱够了吗？够了，够了，还有多的。那再给每个厢房来100坛店里最贵的酒。好嘞，我们吃不了这么多菜，你叫这么多菜岂不是浪费？我们连同晚上的那一顿饭一起吃，就不会浪费。木姑娘真是个财大气粗的豪爽之人。木姑娘，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请我们来快活居用膳。他不喝酒，就一小杯也不行吗？不行，我们可不想被他爆隐私。这也太护着小姑娘了。我以茶代酒。好。木丫头不见了，还有杨不和许成也不见了。不见了，娘的，果然还是看不住他。你到他房里看过了，那一站其他地方有没有找过？都找了。我怀疑他昨日是故意灌醉我们的，然后他就能偷偷跑去玩了。见过2位大人，有事。这是韦大人派人送来的邀请帖，原本有4张的，有1张被你们带来的小姑娘拿走了。对了，他还留有口信，说他在武林大会等你们过去找他。好的，我知道了。希望他不要闹出来什么事来。既然担心他闹出事来，还不快洗漱一番去追他？发粮时要注意了，如果对方有动作，你赶紧闪开，可别被他们打到了。我觉得他很面生，你有见过他吗？没印象，我们百户人数多，有的专门负责跑外地，没有见过也正常。你看看其他百户，我们也有很多人是不认识的。负责发粮的百户悄悄地在饭里面撒了一些药粉。吃饭了。山匪头子动手打人了。不是说他们不会反抗的吗？怎么动手打人了？大家退远一点，不要被他们波及。他在干粮里下毒，想要毒死我们。什么？大家围住他，不要让他跑了。大家不用追了。这怎么回事？应该是木南锦对他们做了什么才会乖乖跟我们上路，还保护我们。这个小丫头做事还挺牢靠的。六兄，我儿子今年已18，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早已是2个孩子的爹了。如今你女儿已及笄，我们是不是该商讨2个孩子的婚事了？此次来盟主府的目的，除了参加比武大会之外，也为了跟你商讨婚事。我们既然有意让他们成亲，2个孩子也情投意合。情投意合，六阁主，只有你女儿单方面的喜欢着城门主的儿子，而城门主的儿子根本不喜欢你女儿。他喜欢的是密宗派的宗主的3女儿，而且他们早已按结珠胎，就在下个月中孩子就会出世。是谁污蔑老夫和老夫的儿子？你给老夫滚出来！城门主，此人说的话可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如果我儿喜欢的是密宗派宗主的女儿，直接娶了就是了，又何必又招惹你女儿，惹得2头都不好做人？你说是吧？城门主早就跟密宗派宗主约好，等你儿子娶了柳阁主的女儿，拿下无神阁众大诏天门后，就会立马休掉柳阁主的女儿与密宗派宗主的女儿成亲。柳阁主要是不信，等下个月密宗派宗主的女儿诞下孩子，你让这孩子跟城门主的儿子滴血认亲，便知事情真假，就不知道城门主敢不敢这么做。没有什么不敢的，倒是你这个见不得光鼠辈，要是觉得自己说的是真的，又何必躲躲藏藏？六阁主，你知道你未来的女婿现在在哪吗？他正在盟主府招待密宗派的院子，讨好他未来的岳父。你要想知道是真是假，可以去瞧一瞧。这位前辈急匆匆的去哪里？捉奸。